家人穿越封神，成为商纣王，本该力挽狂澜，拯救大商于水火之际的他，却因手无缚鸡之力，选择做了30年的昏君。他先是阻止太师文仲北伐北海，却惨遭其大王鞭伺候。祖宗基业都不要了，昏君逃打！为不得罪女娲，他拒绝去女娲宫上香，但女娲宫却在当晚失火。来，咱们商讨一下灭商大计。为阻止苏妲己进宫，他不仅斩了谋害苏护的佞臣，还为苏护加官进爵。没成想，苏护800里加急，反而将苏妲己连夜快递进宫以示感谢。大王，今夜就让臣妾为大王侍寝吧。最可气的是，善待忠臣、从未陷害忠良的他，却被王叔比干指着鼻子大骂道：“天下大旱，罪在昏君，退位让贤。”此刻屡屡受挫的他，只想安安静静的搞些发明来改善民生。但当他的笔墨纸砚刚刚问世，却又被百姓传承是西伯侯的功劳。贼老天，欺侠太甚！既然天命难违，那姑就取佳丽3000，生他个儿子上万，然后让姑的子孙后代去春秋战国，逐鹿你大周的天下。张首相，联军打到哪里了？已经打到朝歌，目前已兵临城下。看来今天便是姑的忌日。虾仁穿越到封神世界几十年，如今年过半百的他早已认命。他不是没有努力过，而是越努力，他就越明白什么是天命难违。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平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检测到宿主新会议了，魔域打卡系统觉醒，是否开启？我操！几十年了，姑的金手指终于来了，是否开启？揪都妈得，大鼻涕流出来，你知道甩了。大周的军队都特么打到朝歌城下，你这时候觉醒让我摸鱼，我看你是来给我送葬的。大王，那姜子牙在帛书上污蔑您犯下失踪大罪，并安排习作散布到朝歌城中，看样子是在挑拨大王与百姓的军民关系。毁谤，大王，这是赤裸裸的毁谤啊！是否开启魔域打卡系统？呵呵，恶心，真是让人反胃啊！被诸天仙神戏耍了几十年，如今死到临头，凭什么让他们好过？开，给老子开！这气势怎么突然就变了？这沉溺于酒色快30年的昏君曾令我为之倾倒，若不是女娲娘娘生命难违，我还真想辅佐这个男人成为千古一帝呢。大王，您没事吧？哦，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大王，是您吗？张首相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禀大王，朝歌要守不住了，您快逃吧。逃？哼！姑乃一国之君，万圣之尊，你叫姑逃？这些年，任他仙神算计，任他人心叵测，姑都忍了。但求这天下的百姓能多享几天太平日子。姑甚至亲自找姬昌，愿意禅位于他，只要不行刀兵，不害百姓。可那姬昌虚伪至极，声称君臣有别，忠心耿耿，行的却是兴兵反叛，弑兄逞强之举。魔域打卡系统已开启，奖励类型抽取中，请宿主随机从法宝、功法、美女、金钱、词条、天赋中挑选一类。我检测到宿主运气太差，全类目开启。宿主从今日起，每天可以打卡一个鬼级奖励，每月可以打卡一个人级奖励，每年可以打卡一个星级属性的奖励，每100年可以打卡一个更级奖励，以此类推，打卡奖励从高到低分为加1，并第5级更新能鬼10个级别。我检测到宿主运气太差，每天都可以随机打卡全级别奖励，请宿主选择打卡地点，打卡地点可以无限打卡，其他地点只能打卡1次。检测当前地点是寿仙宫，是否绑定？我打卡地点绑定取消。检测到宿主运气太差，全地点都可以无限打卡。难道我一生行事如履薄冰，处处失败，不是因为封神天命，是因为我运气太差？系统开启成功，新手大礼包发放中，恭喜宿主获得能力100倍返还，此命格仅用于宿主自身所获，系统奖励无效，100倍返还，宿主消耗的一切非实物都将以1到100倍的数量随机返还于宿主本身。100倍返还，非实物，莫非指的是精神和法力？虾仁刚来不久，便跟随文仲学习仙法，可惜他是武系杂灵根，资质平庸，修行了几十年，也不过炼气3层。妲己，你过来！虾仁一把按住妲己，便将微不可察的法力灌输过去。片刻后，妲己震惊地发现，眼前这位只有炼气3层的大王气息澎湃了数倍。原来是这样，除了法力、精力、神魂、气血，应该也可以每天只可以灌注1次，而且返还倍数随机。虾仁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上还有某种力量越来越浓郁，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，竟然增长了10几倍。这种力量正是国运。奇怪，姑并没有消耗国运，怎么会触发100倍返还？
宿主作为昏君，无时无刻不在消耗国域。本系统为魔域打卡系统，只有宿主这种魔域盗阳王国的昏君才能开启。还可以这样子，只要今日不死，孤必撕了那封神榜。系统开始今天的打卡。恭喜宿主打卡成功！打卡10年盛世契约，10年盛世契约，攻击奖励可以让签到区域方圆百里拥有10年契约，风调雨顺，宛若盛世。虾仁感觉到自己掌握了一股庞大的力量，他只要轻轻一抬手，便能让方圆百里气运浩荡。仙神之所以挑拨人族自相残杀，就是为了消磨人族气运。孤有了这百里盛世气运，就能守住朝歌百里，让仙神不得入内，不敢轻易在人间作恶。张首相，随孤出城走走。快看，昏君出来了！昏君，快出城受死！这不是国舅爷吗？怎么你爹都死了，还想着外戚干政，把持朝堂呢？昏君，休要血口喷人！若不是你昏庸无道，我父王怎么会起兵？哼，孤昏庸无道，就是你们父子造反的理由吗？孤是多收了东鲁的税，还是屠了东鲁的人？孤在位34年，涨过你们的税，还是杀过你们的民？不好！姜子牙隐约感到一丝不安。他亲笔写的纣王10罪中，到底有多少水分？他可是比谁都清楚。吾姐将皇后被你加害死于非命，今日吾师必取你性命，为吾姐报仇。你不是已经把害姜皇后的人杀了吗？你老子死的不明不白，难道不是你亲自动的手？昏君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昏君，今日就让你饮恨！孤今日单挑你们一群。本来准备一同冲杀上前，围攻虾仁的鄂顺和重阴丸下的勒马平步不敢上前。不是，是谁跟我说这昏君已经被酒色掏空了身子？这东伯侯姜文焕可是咱们凡人中最强的存在了。是啊，竟然被他一招击败。不对，有古怪。姜文焕校正之前，姜子牙便已定下让东南西北4伯侯一起围攻虾仁的计策，为的就是要造成这天下诸侯齐攻人皇之举，从而彻底断了虾仁想拯救这城汤江山的念想。虾仁身为人族最后一任人皇，只有让虾仁心死，才会彻底毁灭这人族气运。没想到这凡人武将之中最强的姜文焕，竟然连昏君一招都受不住。哪吒，你去试探一番。试探作甚？看一枪挑了这昏君。哟，哪托我儿，还真是看得起孤。来人正是对方3大先锋官之一的哪吒，出生就身负1700杀劫，此刻的他早就被杀劫缠身，灵智寿数，根本就是阐教炼制出来应急的人形兵器。你就这点手段，看我不挑你下线！昏君，拿命来！怎么可能？这昏君竟有国运护体，居然还能凝聚出护体金光！姜子牙骇然抬头看向朝歌城，本该暮气沉沉的朝歌城上方竟然出现了几分中兴盛世之象。朝歌竟还有如此气运，不好！哪吒快回来！不就有几分国运吗？怕什么？这糟老头子整天怕东怕西的。昏君，这天下已经不需要你了，去死吧！本来胜券在握的哪吒惊恐发现，一股股莫名的力量从四周涌来，摧枯拉朽般的侵入他子府元神，强大的反噬让他瞬间受到重创。人间气运反噬，红尘灾厄加深，怎么可？孤知道你不服，不过孤专治各种不服。虾仁本来凭借气力没用任何法力，但冥冥之中却有一股力量返还回来，让他的气力涨了数倍有余。我去，力量也可以数倍返还。没有了法力护体的哪吒，在红尘灾厄侵蚀之痛以及虾仁的爱人下，当场晕死过去。还有谁？虾仁在系统奖励的方圆百里10年盛世国运加持下，朝歌城百里范围内，任何仙神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否则就会和哪吒一样瞬间红尘灾厄入体，轻则法力瞬间全消，重则业力加深，杀劫殒命。只要给足孤打卡的时间，孤早晚把这天下重新打回来，让这些仙神跪在天下百姓面前唱征服。那昏君的护身国运竟如此强悍，师叔可派弟子再去一试。大可不必，气运对仙神的反噬是境界越高，反噬越重。你已经入到不朽金仙，只怕会比哪吒输得更难看。今日先撤退，待老夫寻求他法。速派探子进城，查明朝歌到底发生了何事。遵命。方向方毕，末将在。你二人将哪吒和姜文焕关入大牢，莫要让这姜文焕死了。末将遵命。虾仁回宫的路上，城中的百姓夹道恭贺。对他们而言，虾仁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君主，而姬昌则是个自己怕死就把儿子送来顶罪的窝囊废。
乡亲们都回去吧，有姑在，这朝歌城就是安全的。苏妲己刚才也偷偷跑到城外看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，此时她心中的震撼无以言表。这还是那个与我相守了20几年的男人吗？难道他之前的自暴自弃、颓废无能，全都是伪装，只为今日这一刻？大王，爱妃，姑今日兴致大发，随姑呼儿嘿呦去。大王，现在还是白天啊，你这也太心急了。子曰：呼儿嘿呦，不分昼夜。你坏！此时半日前还士气恢宏，誓言要一日破朝歌，杀昏君夺王位的西岐联军却显得相当低迷。帐中几人便是姜子牙身边最拿得出手的仙人，联军中还有大量草头神灵，但真正能和姜子牙说上话，并且知道所有封神内幕的仙人，也就是眼前这几位。我军1个时辰内派出3波探子，全部杳无音讯，朝歌城气运之谜至今无法探明。师叔，如今之计只能围城了，待城中粮草用尽，这朝歌城便可不攻自破。老夫领的法只是要摧毁这人皇传承，只要这昏君心不死，即便是杀了他，但这人皇的传承却依旧存在。仙神之力不可用又如何？我联军有天下800诸侯鼎力相助，一样可以攻下朝歌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发兵攻城，3日内破城。若是我军强攻，恐昏君那边会将东伯侯与哪吒作为人质。身为将领，战死沙场也是命数。哪吒与东伯侯若是为此殒命，也是他们的一场造化。我等性命在你眼中竟如此廉价。爱妃啊，为何你总让朕爱不释手？总之，很润。讨厌啦，大王，是大王您不忘初心，臣妾还真是受宠若惊呢。不知商首相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白天还心如死灰，决心与大商共存亡的商容，在看到虾人的神武非凡后，又燃烧起了新的希望。大王，臣命人查抄城中所有粮草，只够半月之数。若是叛军用围城之法，届时朝歌只怕是难以维持，还请大王定夺。没有粮草了吗？那何不食肉糜？都当昏君了，不说这句话，怎么对得起姑的人设？虾人见到商容的表情后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只等着其对自己出口成章。人设不能崩，快骂姑昏君，说不定姑又能得到系统奖励了。大王妙计啊！那你，哪里有你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按照大王之前的旨意，每年都会往库中存储肉干，如今足有10万斤。若制成肉糜10周，大可为全城又续半月。哦，是吗？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先前老臣不明大王深意，原来是为了此刻。大王深谋远虑，老臣真是愚蠢至极，愚蠢至极啊！帝辛10年，虾人令宫中多做肉干、香肠等物，每年定时更换，以保证宫中随时可以拿出万斤肉干。他本打算以此来应对大灾之年的百姓生存问题，确保他们能够活下来。只是后来他自暴自弃，早已将这件事忘在脑后。没想到忠厚的商容，默默地将这项王令执行了10几年。检测到商中对数组各固送的，开启随机昏君认证时间，开始检测中。哎呦我去！正好姑的酒池肉林里缺肉了，你把这些肉干全部给姑搬过去。大王，您说什么？老臣年纪大了，听不清了。大王这才觉醒不久，就又把自己当昏君了。老夫定要让大王重新成为圣明贤君。检测完毕，鉴定为昏君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好险啊，真是差一点就不是昏君了。快要过子时了，马上就可以打卡了。系统开始今天的打。检查到宿主消耗了1天寿元，随机返还2倍寿元。很好，寿元消耗也可以返还，这下更不怕和那些仙神打持久战了。系统开始今天的打卡。恭喜宿主打卡成功，奖励混沌真神钟以及奖励可以跟随宿主实力同步成长，品阶无上限，可镇压掌控一切有元神的存在。镇压掌控的元神境界不可超过宿主一个大境界。若目标虚弱无比，法力全消，那么将无条件镇压掌控。此时的虾人已经想到将这混沌镇神钟用到谁的身上最合适了。来人，把给姑绑来，那托我儿，姑给你送个钟。虾人在得到东皇钟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哪吒。哪吒不管是身份、实力，还是他只有元神没有魂魄的特性，简直就是为体验这东皇钟应运而生的。托儿啊，姑看你天赋异禀，以后就跟着姑平定天下吧，姑可以封你一个威武平乱大将军。
虾人敲响手中的东皇钟，钟声一响，天地齐鸣，如同在人间响起的一声呐喊。天地钟鸣，难道是东皇钟出世了？不，这绝不可能。混沌镇神钟乃洪荒三大先天至宝之一，乃盘古的开天神斧符柄所化，因妖族东皇太一爆钟而生，又名东皇钟。可若不是这东皇钟，世间还有何钟可名天地？这一推演，没发现钟声的来源，却发现了朝歌的近况。哼，江上竟然在此时拖沓不前。圣人一怒，天地色变。霎时间，玉虚宫中的阐教弟子个个噤若寒蝉，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一个不好就出了眉头。自从圣人被迫服下陨圣丹后，心情就一直不好。盛怒之下的元始天尊突然发现自己的元神之中有一股威胁之力涌起，他心中一惊，瞬间将所有怒火压下。陨圣丹，好一个陨圣丹！道祖给我等服下陨圣丹时，只说此丹是为阻止三清再起争端。然而此丹入元神后，就将他的一切给限制了，他无法再悟道，无法再随意动手，甚至连圣人道心也有所损。一旦他有任何违背道祖法旨的举动，陨圣丹就会立刻有法律。道祖法旨，所有圣人不得再入人间。本尊这刚探出神念，就受到反制。若继续与之抵抗，本尊怕是会当场羽化。算了，封神命数已定，不可能再有变化。1月之时也该结束了。当务之急还是先破解这陨圣丹。与此同时，太素天、女娲娘娘的道场蛙皇宫中，曾辅助女娲团土造人的造人鞭也出现了异象。咦，封神亮节难道还有变数？造人鞭乃是人族圣器，受人族气运影响，人族气运越盛，造人鞭的威力越大。天地钟鸣，定然是有灵宝出世。贫道料定此宝与我西方有缘。西方教不在玄门，自立800旁门，化3000妙法。准提和接引正是这西方教的掌管之人。师兄，可要贫道前去东土一探究竟？师弟，此宝与我西方有缘，但不急于一时。亮节即将结束，我西方还需要安定天地动荡，救苦芸芸众生。师兄所言极是。此次封神亮节，西方教收获最大，仅万仙阵一，西方2圣就从中卷走上万劫教仙。之后通过无量西方度化泛光，将无数仙神度化，使他们成为了西方弟子。对于他2人来说，当务之急是先将抢来的仙神度化，至于封神亮节，那早已是无法改变的定局了。动静还挺大，那托现在想跟着孤当大将军了吗？此时哪吒眼中乖戾之气尽退，那充满愤怒与杀欲的双眼变得一片清明。跟着你可以找阐教报仇吗？跟着姑，你可以打翻这片天地。那托是集天地灵气所化的灵珠子转世，怎么可能出生就背负1700杀劫，变成一个只知道打杀的莽夫？想想也是，就凭哪吒的成长经历来看，被阐教坑了这几个字，深深的烙刻在他的脸上，成为了他最耻辱的印记。只要能让我找阐教报仇就行，反正我一清醒，阐教那边绝不会容我。哪吒很清楚，清醒之后的他，对阐教来说是危险的存在，因为哪吒知道他们太多的秘密了。好，姑现在敕封你为我大商威武平乱大将军。虾人将身上的国运分出一缕给了哪吒，同时哪吒体内的红尘灾厄也变成了红尘的庇护，可以帮其将任何仙神的攻击削弱3分。一个深呼吸后，他的法力全部回归，伤势也痊愈了。神哪吒拜见大王。不出1月，封神亮节也该结束了。待姜子牙封神结束，天地一切尽归师尊掌控。哪吒，到时候你我师徒情分也就尽了。他收哪吒只是为了挡亮劫之灾。封神结束之后，原本属于他的1700杀劫就彻底尽数算在哪吒头上。至于今后哪吒的生死，他也就不再关心了。贫道与哪吒师徒之缘未尽，这莲花灯怎么会提前自毁？难道姜子牙提前封神了？不好，哪吒自断师徒之缘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敢？太乙真人怒火刚上心头，就见他转移到哪吒身上的1700杀劫落空而已。快去请广成子师兄。众将听令，自今日起，不休兵，不霸占，3日之内不破朝歌城，全军自刎归天。师叔今日不太对劲啊，竟然失去了为帅者的冷静。姜子牙在战前曾以命前为此战起卦，卦象显示为大凶之兆，战而败，攻而溃。这使得姜子牙第一次怀疑起了师尊恩赐的命前。老夫有大军100万，怎么可能败？与那城中只剩不到3000兵甲的昏军相比，简直是优势战尽。大王这样对士气不好，大王又不是昏庸之君，不该如此呀！我操！
老丞相怎么说话呢？孤可是天下第一昏君，一群土鸡瓦狗之辈，孤只要一句话就能让这100万大军进退。哼，昏君住口！你暴虐无道，荒淫无度，自以为有脱梁换柱之力，实则早已成日薄西山之势。本相今日就以这100万大军破你朝歌，解救天下万民于水火。尔等竟敢说出一言退尽我100万大军此等的狂悖之言！若真如此，本相今日便自刎归天。天下诸侯纷纷跟着大骂虾仁，以表对江丞相的忠心。有说要跟着姜子牙一起自裁的，有说要自挖双目双耳的，还有个更狠的，说要吞进朝歌五谷轮回之物的。我操！虾仁被城下一个个赌咒发誓的人震惊到，孤还是生平第一次见这种集体上杆子花样作死的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那托，复仇时间到，出来收割了。而今日，就在姜子牙带100万西岐联军发起总攻，是要3日内拿下朝歌城之际，哪吒的突然反水，镇住了在场所有正在攻城的士兵。吾乃哪吒三太子，尔等乱臣贼子，速来受死！哪吒的赫赫凶名，早在联军之中盛传多年，一声大喝，竟然让城前的数十万联军同时瑟瑟发抖。哪吒这是得了什么失心疯？这才过去1夜就被昏君捕获了。师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哪吒他……哪吒，你在那里发什么疯？速速给为父过来，向江丞相下跪认错。哼，李靖，你的命俺先记下，待俺消灭了西岐叛军之后，再取你狗命。哪吒，本相知你向来叛逆，对你诸般纵容，本相命你速速回归本阵，否则莫怪本相不留情面。哪吒是谁？曾经西岐联军中最凶野的悍将，如今摆脱杀劫束缚，意识清醒的他，怎么会被姜子牙吓到？江上老儿，俺恨不得食乳肉，切乳皮，看俺这就取你狗命，为守护我大商正忙的将士们记起。哪吒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何倒向昏君，与我们这些昔日兄弟兵戎相向呢？昏君，哼，俺乃大商威武平乱大将军，受大王之命前来剿灭你们这群乱臣贼子。尔等身为人族，为一己之私臣服先生，早已犯下扰国乱民之大罪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恐怕另有蹊跷，这昏君不知用何招数捕获了哪吒，看来此时攻城绝非明智啊！三军听令，暂行退兵。慢！子牙兄，你们刚刚发的誓言可还记得？其他的几个孤先不说，但是那边那个说是要吃进城中五谷轮回之物的，孤还真没见过，给孤表演一个看看。昏君就是昏君，竟有如此癖好，你留下，剩下的给本相撤退。不要啊！虞国侯，这就是今日我全城百姓的五谷轮回之物，趁着百姓们在场，你抓紧吃，待会宫里的那份也该到了。快吃，好歹也是一方诸侯，说话要算话。师叔，联军各部士气大受打击，萌生退役者已经有3成，一群贪生怕死之徒，看俺不锤死他们！这时候杀人是要乱我军军心的。师叔，哪吒之事太过蹊跷，要向圣人禀报才行。如此小事，岂需打扰圣人？传令下去，把朝歌城围起来，一只飞鸟也不能放过。本相倒要看看他昏君到底如何应对。师弟，你立刻回玉虚宫，将发生的一切向广成子师伯讲明。你要背叛江师叔。哪吒出事，想必太乙师叔已知晓，他一定也会告知广成子师伯。江师叔立功心切，一时糊涂，哪吒之事非同小可，必须马上禀报。广成子这边刚刚得到太乙真人出事的消息，雷震子就来了。等到他听完发生之事，当场惊得站了起来。他也大概猜到太乙真人那里出事是为何，但他宁愿是其他理由。恭喜宿主打卡成功，获得奖励点物成兵。更级奖励可以将指定之物化为兵卒，指定之物所含灵气越高，所化兵卒实力越强，但兵卒实力不可超过宿主。提示1，一次点物成兵的数量不超过100个。提示2，若有心甘情愿为宿主贡献精血者，点化兵卒后的实力以贡献者第一个境界为准。来人，去把全城的莲藕都给朕挖出来，是时候让那托献点血了。拜见大王。那托，取一滴精血，并将你的法力注入这些莲藕中。哪吒虽一脸茫然，但还是照做了。下一刻，那些莲藕上腾起一片氤氲血光，眨眼间，100个莲藕人在血光中走出，每一个都与哪吒一模一样，只是眼眸中少了几分灵动。大王，这是什么神通？竟然可以借他人精血化成有基础灵智的人形莲藕，而且个个都是地仙之境。地仙境与人仙境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，阐教的撒豆成兵，黄金力士之法只能点化出人仙境，都是用来做打杂的仆役罢了。然而眼前的这些莲藕人却可以用来战斗。这些莲藕兵以后就是你的手下了。
师尊在上，弟子请出三宝玉如意。此宝乃是造化青莲所化，当年师尊以此宝点化世间所有草头神灵，允他们修行，因而此宝可号令洪荒所有草头神灵。你将其交给江上。虽然仙神在朝歌气运中无法使用法力，但草头神灵不入仙境，不是真正的仙神，受人间气运的影响极小。让天下所有草头神灵攻城。哪吒未入不朽金仙境，法力有限，又能挡得住多少草头神？告诉江上，朝歌城必须被攻破，不可延误。领师叔法旨。西岐联军营帐中，姜子牙脸色阴郁地看着雷震子刚刚带回来的三宝玉如意，这东西在他看来太过刺眼，他心中暗恨杨戬将此事上报。好你个杨戬，连本相的命令都敢违逆，咱们走着瞧。奉玉虚法旨，各方草头神灵速速前来。话音落下，三宝玉如意闪烁起三色宝光，化作法旨回荡于天地之间。片刻后，朝歌城千里范围内数万草头神灵顿起，而后向联军大营火速赶来。不过多时，就有10万草头神灵齐聚。姜子牙看着眼前的草头神灵大军，顿时恢复了信心。广成子师兄说的对，他哪吒再厉害，也挡不住本相这源源不断的神灵。众神听令，昏君因受暴虐不仁，昏庸无道。今日本相奉玉虚法旨，命儿等助我齐力攻城。城破前，停战不攻者，未战不前者，皆斩之。第一个攻破朝歌者，可入我阐教。草头神灵本受制于三宝玉如意不敢违背玉虚法旨，但在听到能有入阐教的机缘后，立刻激起了满腔斗志，卷起无边的妖风神光，立刻向朝歌城呼啸而去。有如此多的神灵出手，今夜定能拿下这朝歌。全军出动，夜袭朝歌。我操！这都是什么玩意？一群牛鬼蛇神，看着怪吓人的。看样子是来攻城的。快去禀告大王，这些无耻的反贼竟然在夜间偷袭。早就派人去了。大王说他是昏君，晚上不守城，让我们自己看着办。啊！大王如此安排，必然有深意。吾等臣子只需死守便是。将士们听令，死守城门，全军包括本将在内，后退一步者，定斩不赦。区区一个还未入不朽金仙境的哪吒，如何能抵挡得住本相10万神灵？今夜本相就要让你知道背叛我阐教的代价。哼！突然，一道火光从朝歌城冲出，笔直落在神灵大军中。火光冲天而起，霸道无比的6丁神火瞬间就将上百草头神灵化作飞灰。犯我大伤者，虽远必诛。诸位道友莫怕，他哪吒只有一人，我们大家一起上，他难道还能把我们10万之数全部杀光吗？啊，对，入阐教的机缘就在眼前，大家一起杀了他。就在神灵大军疯狂地扑向哪吒之时，只见100道火光从天而降，瞬间将数千草头神灵炸成齑粉。100个和哪吒长得一模一样，同样全身燃烧6丁神火的莲藕兵齐声大喝。说好的幸福呢？不是说只有一个哪吒吗？这一下多出100个是怎么回事？哪吒们突然熟练地摆起了阵法，这些阵法虽不如截教的绝阵，但对付一群不入流的草头神灵反倒是绰绰有余。莲藕兵与哪吒心意相通，行动之间如伸使臂如臂使指，没多久就将草头神灵杀得溃不成军。这逆子学了什么邪法？那些是什么？哪吒的分身或者化身吗？那些既不是分身，也不是化身，不仅皆有灵智，更是各个地仙境实力，就连我阐教的黄金立世之法也无法做到。怎么？那朝歌城中到底有什么？哪吒那逆子进去后就背叛阐教，现在又学会如此邪术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回答不上来。此时的朝歌城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知且不可测的神秘之地。怕什么？本相不管那些哪吒从何而来，他们只不过是100个地仙境的小神而已。本相麾下有的是草头神灵。说着，他法力狂涌，记起三宝玉如意，继续发号着施令：进攻！今夜是破朝歌，谁敢后退，定斩不赦。老朽自昆仑山修道40余年，受尽各路仙神的白眼。下山后3死7伤，前后25载披肝沥胆。如今距离这封神结束只差1步，怎么能在这里失败？三宝玉如意散发着越来越冷的宝光，就如同姜子牙此刻越来越重的杀意。越来越多的草头神灵从4面8方涌来，一波又一波的涌向哪吒。朝歌城前海杀声震天，神灵之血洒落如雨，残脚断臂散落如石。哈哈，死了50个了！道友们，哪吒快要不行了，快杀！鏖战中，一个又一个莲藕兵倒下。终于，当地面上的神尸堆起数米高的时候，哪吒身边所有莲藕兵也全都倒下了。哪吒，你的帮手都死光了，想必你也累了吧？我们现在就帮你解脱，加入阐教的仙元归本神了。
哪吒嘴角微微扬起，对朝歌城招了招手，只见又有100道火光冲出，顷刻间火光落在神灵大军中，把刚刚以为胜券在握的一群草头神杀得人仰马翻。大王的手段岂是尔等草头杂灵可以揣测的？布阵！哪吒借机隐于阵中休息，开始恢复法力。他原本给下人一共提供了3滴精血，可以造出3000莲藕冰，所以他一点也不急，叫对方慢慢杀，杀到这些草头神灵彻底绝望为止。天明之时，就在哪吒召唤出第3波莲藕冰后，草头神灵们终于彻底崩溃了。杀不完，根本杀不完啊！这哪吒咱们是干不过了，还是快抄吧。可我们一旦违背阐教法制，是会被开除神籍，成为邪祟的。我看这阐教不如也罢，就算成为邪祟，也比今天死在这里强嘛！多活一阵算一阵。这些人要灭朝歌，与我走何干？快抄吧！战场上最可怕的不是可以看到的无敌，而是看不到的位置。谁也不知道朝歌城中到底还有多少莲藕兵。于是所有的草头神灵开始跑路。本来士气就相当低迷的西岐联军，在这一刻也全都开始心惊胆战。突然，也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：“逃吧，快逃吧！”联军队伍几乎瞬间炸营，100万兵马瞬间开始崩溃乱窜。哼，江少老儿，你不是说打不下朝歌，你就自裁吗？现在是时候表演你的自裁技术了。大王，来，跟姑念，江郎社稷安天下，赔了10万草头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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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吒冷眼看着姜子牙倒下，手中金砖记起，化作一道流光就向姜子牙额头拍去。这金砖看似平平无奇，却有100里之内取人头颅之能。杨戬眉心天眼怒睁，手中3剑2刃刀向前猛地一劈，将金砖劈飞回哪吒手中。暗中偷袭，并非英雄所为。哼，阐教上下联军当中，谁把我当英雄？我不就是一把杀人的刀吗？你们的100万大军都退了，你们也最好快点消失，否则我不介意多杀几个祭旗。我操，欺人太甚，看俺不锤死你！不可妄为，将师叔重伤，我们需立刻护送他离开。攻打朝歌之事要从长计议。哪吒在朝歌气运中，难道你是进去送死吗？刚才那一击金砖，哪吒根本没使多少法力，只是看似威猛而已。杨戬领着残余人马一路退到美池县，沿途又把西岐的10余万兵马追了回来，但各方诸侯的兵马却已不知踪迹。待安顿好一切后，杨戬以前去探明朝歌情况为由，再一次来到朝歌。果然，哪吒早就在这里等着他了。杨二哥，我就知道你能听明白我的暗语，整个联军只有你说过我可以当英雄。哪吒，我就知道你是假装叛变，潜伏在昏君身边伺机而动。刚刚的大战只不过是演给昏君的苦肉之计罢了。快给二哥说说你接下来的计划。假装叛变，苦肉计，俺才不耍这些阴谋。杨二哥，我是受大王之命前来招降你的。大王说了，只要你加入朝歌，好处大大的有。杨二哥，怎么样？跟着大王干吧。哼，哪吒，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阵前倒戈就算了，现在还要拉我和你一起反叛。哼。杨戬眉头一皱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出手，同样转身而去。就在他转身的一刻，哪吒的神念传入他的脑海中。杨二哥，等我救出3姐后，再来拉你归顺。放心，很快的。那托，杨戬兄妹的事就由你季及格看着办吧。姑就沉浸在这温柔乡里，继续做姑的昏君。末将遵命，末将先行告退。俺这刚归顺，大王就如此信任俺，俺一定会救出3姐，并拉着杨二哥一起来拜见大王。自从姑有了摸鱼系统后，这小娘们就一天比一天乖，这才3天的时间，都快变成前后德妃了。妲己，你在害怕姑？臣妾一时失神，望大王恕罪。这些天的经过使苏妲己本能的惧怕起来，眼前的这个与她生活了30年的男人，似乎只要一个念头就可以剥夺她的一切，使她暴露无遗。爱妃啊，不用害怕姑，你对姑还有大用呢。没了你，姑怎么随时当个昏君？昏君配狐狸精，这可是千古绝配啊！系统打卡。恭喜宿主打卡成功，打卡奖励气运灵根，俗称人间道，几级奖励特殊的先天灵根，以人间气运凝聚灵性稻米，只有在人间气运中方能成长，气运越强，成长越迅速。凡人食之补气血，全根骨，助修行，乃人间圣品。朝歌城的粮食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。张首相、朱爱卿命你2人负责督办人间道种植仪式，不得有误。老臣领命。玉虚宫，广成子再也坐不住了。他本以为哪吒之事只是小事，但联军这一败，甚至惊动了封神亮节的因果。天命虽不可违，但亮节因果动荡之下，仙神也会如凡人一样随意死去。于是广成子当天便赶来渑池县，拜见广成子师伯。将师伯重伤未醒，不能前来拜见。他江上到底干了什么？
局面怎会如此被动？杨戬当即把所有事情都说了，其中也包括他在朝歌城外被哪吒拉拢的事，只是隐瞒哪吒最后那句神念传音的内容。师伯，当下将师叔不能主事，还请师伯定夺。阐教上下，除了他江山，没有谁能精通军略了。本仙也就可以搞一下盘外招，我等12金仙能帮助你们搞垮这成汤500年国运就不错了。师尊尚在闭关，我等仙神无法，又有谁能短时间无视这朝歌气运？弟子之前听燃灯老师提过，西方有左道之术，可以暂时让仙神无视气运反噬。若是能找西方要到此法，那吾等便能一举杀入朝歌。李靖现在比任何人都急，必须尽快把哪吒解决掉，否则哪吒真杀出朝歌，他必死。封神计划都到最后一步了，竟然还要去找西方求助，这叫我阐教颜面何存啊！李靖见广成子一言不发，显然是抹不开面。弟子愿意去请示燃灯老师，再亲往西方，向西方圣人讨要此法。OK， 好，李靖，那你速去速回，金吒、木吒，你们随父同往，以免再生事端。遵命。恭喜宿主打卡成功，打卡奖励天机9色，星级奖励虽为机法，但一切藏柄武器皆可休息使用。提示1，此法已根据宿主条件自行调整为气运功法，除宿主外，只有得到宿主认可、身负国运者皆可修行。提示2，修行气运功法时，修行速度不仅受气运影响，还取决于个人天赋、灵气浓度、气血强弱。这天级9式可以给城中将士们修行，朝歌现在的气运可以让他们的进展一日千里，等到人间道成熟，修行速度会更快。大王英明，赐下神物，3日成熟，亩产1000斤。而且这神道结下的稻米，只要10粒，便可以让军中食量最大的兵卒饱腹。大王真乃千古明君呀！虾仁对于人间道也抱有极大期待，但他也没想到竟然会3日成熟，而且亩产1000斤。这下就可以彻底解决城中百姓缺粮的问题了。此事姑懒得过问，老丞相自行安排便是。另外，记住，这不是什么神物，它叫人间道。对，这是。第8天了，也不知道江上老儿气死了没有。3位爱妃呀，你们觉得那些叛军下一步会如何做？臣妾们不懂行军打仗之事，无法为大王解忧，是臣妾之过也。不懂的话可以问嘛。也该换换口味了，做帝王的要做到雨露均沾，还真不容易。孤的千秋子孙大业啊，忙的还真是不可开交呢。姐姐，大王他是何意啊？大王让我们问谁？九尾狐最为聪慧，自然听懂了虾仁的话。是娘娘，大王说的是娘娘。大王怎么知道娘娘？大王如何知道娘娘之事，我无从得知。但有一点，2位妹妹可能不曾发现，这几日来，大王的实力每日都有数倍到数十倍的提升。以这个速度下去，恐怕大王不久便会踏入仙境。还有3日就是月圆之夜，当时我会拜月祭天，向娘娘禀报此事。狐女拜月祭天通神，这是九尾狐族的天赋，也是九尾狐唯一可以向娘娘请求的时机。只是以前她们妖族3姐妹来到朝歌后，为了一己之私做了许多违背女娲法旨的事，所以她们从来不敢主动联系女娲。但现在她不得不主动联系了，因为她很清楚，大王那句话就是王旨，她必须领命。虾仁刚出后宫，迎面就走来一个年轻人，20出头，模样英武，又带有几分儒气。儿臣见过父王。根儿，你不在宫中读书，出来干什么？这年轻人正是他的第3子武庚，是他与黄飞虎之女黄妃所生。当年姜王后遇害，他怕黄妃和杨妃出事，便一方面让人盯着杨妃，一方面又把黄妃送到武成王府。结果黄妃回了武成王府后就中毒不醒，几日便身亡，甚至连照顾她的贾氏也被一并毒死。黄飞虎因此提前几年反出朝歌，成了州臣，而杨妃竟然在有人盯着的情况下上吊自枪。心灰意冷的虾仁坚决不让武庚学武学军略，更不让其学任何治国之术，只让其读书识字，风花雪月，希望这样可以改变武庚的命数，在未来的3监之乱中活下来。父王，儿臣要习武，要修炼，儿臣要为母后报仇，更要向天下证明父王不是昏君。武庚自小便跟在父王身边，亲眼见到了所有发生的事。他知道父王是被仙神所害，他明白姜王后也好，母后也罢，全都不是父王加害的。以前父王自暴自弃，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宫中风花雪月，但现在父王振作起来了。
好，这是天级9式，你先练着，过几日姑再给你更厉害的功法。等你修行大成之后，带大军杀出去，把成汤江山从叛军手中一点一点给姑夺回来。就在虾仁父子豪言壮语的同时，李靖父子终于回到了渑池县。弟子信不辱命，从西方讨回秘法，此法可将凡人炼化为符箓，代替仙神承受朝歌气运反噬，每1000人可炼制出维持1个时辰的符箓。李靖从西方2圣手中讨回了秘法，但此法却要以凡人之躯来炼化符箓。杨戬听后震怒：胡闹，这根本就是魔族手段！师伯，此法断不可用啊！此法真乃西方圣人所传。正是如此，弟子令燃灯老师法帖，拜见接引准提2圣，言明原委。准提圣人亲赐此法，名为愿力符箓。李将军，你难道看不出此法根本不是正道吗？吾等修道之人，岂能用如此惨绝人性之手段？哼！二郎此言差矣。我悉其伐伤乃是天命，天命之前，任何抵抗只是自取灭亡。是啊，那昏君以朝歌城抵抗天命，已经有多少道友因此殒命了？吾等仙神为了人间大业，都可殒命沙场，区区凡人有何可惜？我儿说得对，这些不过都是顺应天命而要付出的代价罢了。杨戬骇然地看着李靖，他之前就常听哪吒说，李靖是一个极为自私自利之人。那时他只是觉得那都是哪吒的偏见，如今的他才后知后觉。是我看走眼了，我的好兄弟啊，二哥想你了。整个营帐中，除了维护眉头皱起，其他所有同门皆是不以为然的态度。杨戬，吾等修道之人，当以大局为重，顺应天命方为吾等首要之事。可是你乃我阐教3代弟子之翘楚，不可有凡人之人啊！师伯，这样有失。哼，此事已定，不得再议。李靖，此事就由你来操持，务必在3日之内祭炼出3枚符箓。3日后，贫道要亲眼看着这朝歌城破。弟子领旨。因为哪吒的背叛，李靖本来正担心自己地位不保，现在看来，他只需做好这一件事，便可功过相抵。师伯竟然同意如此残忍之举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广成子在这里，他就算是强行请教法也没有任何作用。圣人闭关，广成子就是阐教的教法。3日之后，哪吒匆匆来报：大王，杨戬传来消息，广成子已找到短暂回避气运反噬之法，明日一早便会攻城。能让杨戬破防出卖消息，看来广成子找到的这个办法并非什么正经手段。好，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臣告退。是什么手段都无所谓，关键还是要朝歌自己的力量足够强才行。这3天，他连续打卡获得了白银100万两、粗布10万匹、金刚10万斤，都是有用之物。但对于即将面临大战的朝歌来说，暂时还派不上用场。系统打卡，这次可得给我个好点的奖励。恭喜宿主打卡成功！打卡奖励：混沌香火大道，物级奖励：以子民虔诚信的化作香火，气运之中香火不绝，有我无敌。提示：此大道由宿主自行指定，任何接受香火的目标，接受香火者越是被之民信任，实力越强。不错，这下有搞头了。第2日清晨，朝歌的百姓们一早就感受到了一股紧张的氛围。守城军已经站上城墙，哪吒领着莲藕兵悬于上空，而虾仁那华丽的王座，此时也搬到了城墙之上，隔着很远的百姓看得一清二楚。大王又上城墙了，那些叛军又要来了吗？看那吴耿殿下都上城墙了，轻狂这么危险了吗？有大王在，还有哪吒将军，一定不会有事。就是，若是真有问题，大王一声令下，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守住咱朝歌城。城墙上，虾仁静静地听着全城百姓的议论。不行啊，声望还是太高了，姑要更加努力当昏君才行啊。好好的大王，怎么就这么热衷于当昏君呢？这一定是那些仙神害的，真该死。这一次，武庚也跟着上了城墙，手持一杆方天画戟在虾仁身边。仙神污蔑，子民误解，天下皆反。我要让这天下皆跪，让这山河皆倾。师伯，弟子绝不会使用此物，请恕弟子无法苟同之罪。若师伯坚持让弟子参战，弟子可以只身前往，一死以报师恩。若不是封神亮节还未结束，老夫真想一掌拍死你个妇人之仁的废物。封神亮节还没结束，他要真把杨戬弄死了，玉鼎真人非得找他拼命不可。况且元始天尊在闭关前特意交代他，杨戬身负下一次亮节因果，他哪里真敢让杨戬去送死呢？杨戬，你违背师门法旨，自有玉鼎师弟管教你。贫道先将此事记下，你退开。说罢，他将符箓交给了金吒。金吒，由你代替杨戬。你和雷震子的任务是拿下哪吒以及他那些个邪法分身，维护。待金吒和雷震子与哪吒纠缠之时，你以最快速度扑向昏君，将他生擒后带回来。3人齐声领命之后向朝歌而去。这一次，广成子要用斩首战术，
他要用最快的速度破朝歌。秦纣王势必要彻底解决一切。还好愿力符箓有伤天河，李靖拼尽全力也只能炼制出3枚，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再炼了。现在就看昏君那边，若他能做到，那哪吒或许真不是疯了。看来朝歌城是收到了消息，提前做了准备。弹丸之地没有了气运庇护，这朝歌城旦夕可破。我们只有1个时辰，维护师弟。我和雷震子师弟先上前引开哪吒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维护沉默的点了点头，他向来寡言，金吒也不以为意。行动！雷震子发出一声暴喝，风雷双翼一展，顷刻间已经来到朝歌城前。哪吒，出来与我一战！哪吒闻言见虾人没有任何表示，于是便杀了出去。金吒紧跟着杀出，直取城墙上的虾人，连偶兵也立刻迎战。100个地仙境布阵，挡住一个天仙境足够了。远在气运之外的维护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符箓，下作手段。他记起土遁，几息间也来到了朝歌城下。他的降魔宝杵拿在手中轻如灰草，伤人时却重如泰山。只要让他在城墙前随便一挥，就能让整个城墙倒塌。我操！哪吒见状左奔右突，想要摆脱雷震子的纠缠前去阻挡维护，但雷震子有风雷双翅，本来就是众将中速度最快的一个，他以死缠之法将哪吒死死困住，不给其一点机会。哪吒，速速跟我回去向师门认罪，我可以帮你求情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就不要怪我不念同门情谊了。哪吒周身6丁神火熊熊燃烧，如同发狂一般不断咆哮，不断想要冲破包围。就派了3个人，看来广成子还没输急眼嘛。孤的子民们，叛军来了，把你们所有的信任都托付给孤的儿子，你们什么也不用做，只要坚信五更可以扫破一切来犯之敌。来吧，高举你们的双手，相信五更。相信五更殿下，五更殿下什么时候学武了？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大王说相信殿下，那就相信。大王说的还能有错吗？来，乡亲们，快举起咱们的双手！朝歌城中上万百姓高举他们的双手，齐声高呼：吾等主更殿下旗开得胜！吾等主更殿下旗开得胜！吾等主更殿下旗开得胜！越来越多的人举起双手高呼五更之名，先是百姓，再是官员，然后是整个城墙上的守城将士。虾人看到无数的光芒从全城汇聚而来，落在他的手中，紧接着一掌将那光芒拍进五更体内。五更我儿，这是全场百姓的祝福和希望，故意将他们化作你的力量，去吧，吾儿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才会被父王无情踢下城墙？根儿，你虽然在气运庇护下修为大有长进，但要与这天地斗、仙神斗，一味苦练是远远不够的。我明白了，即使苦练再多，面对强大的仙神师，若不敢持枪挥剑的话，也全都是徒劳。这一刻，五更恍然开悟，只觉神清气爽，心中再无半点惧意。我要为母后报仇，为父王证明，让这天下反贼皆跪在父王面前认错。我泱泱大商，不惧一切来犯之敌。且诛之！只见五更浑身涌出一股凛冽天极的气势，猛然搅动着整个朝歌的气运。此刻，无数信任之声交织在五更的耳边，成为这朝歌城最坚韧的后盾。他挥起手中战戟，以雷霆之势向维护劈来。本不想与凡人殿下动手的维护，顷刻间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。他见状眉头一皱，举起手中宝杵，用了7成力去抵挡。2件神兵利器重重撞在一起，发出雷鸣般的炸响。这小子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！感受到五更无可匹敌的力量之后，维护再也不敢大意，立刻用出10成法力，降魔宝杵周身顿时闪出万千符文，一座雄伟山岳的虚影自宝杵之上显露。连续数声轰鸣之后，维护脚下大地寸寸开裂，蛛网一般向四面八方扩散。但他那强悍无比的双臂，在这一刻却剧烈颤抖起来。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强大的力量。好小子，有股子力气！维护修行的本就是一粒降石会的路数，手中这根宝杵更是开天辟地之初一座先天山脉所化。自下山以来，他在战场上实当实绝，从来没有输过。而现在，他竟然挡不住一个凡人的力量。他很快发现，五更用的并不是凡人之力，虽然他看不见，但冥冥之中却感觉到五更身后有着极为恐怖的力量正不断汇聚而来。这股力量，仅凭他和手中降魔宝杵是无法抵挡的。你这是什么力量？非凡也非仙。父王所赐，人间的。人间的。尔等仙神想让我等成汤子孙跪着死，但我们偏要站着生。这不可能，武功不过区肉体凡胎，怎么可能伤到维护师弟？到底谁才是仙人？怎么会有凡人一招击败仙人之事？你们2个真以为刚才俺很急吗？俺不装着急，怎么让你们现在急？虽然虾人战前跟哪吒说他也有取胜之法，
但他没想到此法竟是五更。这韦护虽然低调，但实力与我不相上下，竟被殿下一击重伤。如果殿下大案，那不是也只需一击了事？大王父子真是深不可测啊！刚刚战胜敌方大将的五更，此时已建立起强大的自信。打头将军，我来助你。雷震子与金吒此时已吓个半死，维护是怎样的实力，他们心知肚明。就算他们两个联手拼尽全力，也不可能一招重创维护。如此一比，他们哪里还敢与五更交手？不好，快退！然而，不等他们回头时间，哪吒将混天绫化作万里流云，将整个战场给包裹起来。殿下来收拾雷震子，我去对付这金吒。好，你且安心对战，这个头有反骨的绿皮怪就交给本殿下吧。绿皮怪，哼，黄口小儿，俺未必怕你。卧槽，这货不是人，这货不是凡人啊！杨戬师兄全力出手，也不可能一招把我伤成这般。哪头将军，我来助你。金吒闻言全身哆嗦，差点暴毙当场。不用劳驾殿下，俺随手便能将他拿下。渑池县军帐内，收到金吒三人被擒消息的众仙一阵惊骇，就连提前通风报信的杨戬，此时的心中也翻起巨浪。我想过无数次他们能挡下此次攻势的方式，但没成想会如此轻松。本就因炼制愿力符箓受到大量业力反噬的李靖，听到消息后更是面无血色，全身颤抖了起来。伏羲的气运修行之法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三皇五帝之后，师尊顺应天命，亲自将气运修行之法斩断，绝不可能留下任何传承。仙神之所以对人间气运如此忌惮，是因为人间气运反噬，红尘灾厄侵蚀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当年人皇伏羲以人间气运为基础，开创气运修行之法，让人族拥有了超越仙神的力量。但在仙神眼中，人族不过团土所造，怎么配与仙神比肩？所以人间气运绝不能继续存在。广成子双目微闭，屈指推演方才大战过程。不可能，气运修行之法绝不会再现人间，师尊出手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气运修行之法虽强，却极为损耗气运。但刚才五更动手之时，朝歌气运却没有任何衰减。除了伏羲，这气运修行之法恐怕只有娲皇圣人知道。难道不好？此事若当真与圣人有关，那就必须马上让师尊知道。姐姐，今日已经是月圆后的第2日了，现在拜月还能请得动娘娘吗？大王对我说15的月亮16圆。我也不懂，反正现在大王说话是越来越高深了。昨天把三妖联系女娲的事给忘了，今天补上，就是不知有用没用。我看今天的月亮还是很圆的嘛。其实虾仁让三妖联系女娲只是试探，能做到哪一步他一点也不在意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任何圣人仙神，人族的事终归要人来做。这么久了，看来是无望了，姐妹们，咱们走吧。朝歌近来发生了何事？速速向本宫详细说来。听到女娲问话的九尾狐不敢有任何耽搁，连忙将虾仁从发生变化开始，至今他的所见所闻巨细无遗地禀报给女娲。为何这九尾说的每一个字，本宫都明白，但串联在一起的内容，本宫却完全不懂。尤其当他听到五更有疑似气运修行之法的手段后，整个人都震惊了。兄长，难道这一切都是你留下来的后手？世人都以为气运修行法是女娲帮兄长伏羲开创的，但只有他知道，这是伏羲自行开创的法门，所以就连他对于气运修行也是一知半解。现在朝歌城应当已破，李靖从我西方讨去愿力符箓，正是与我西方结缘。师兄，以你之见，让李靖之子金吒、木吒来我西方当个护法神如何？师弟所言甚是。就在二人话音刚落之际，他们却感知到了一种异样的因果。两位圣人眉头微皱，同时屈指推演起来。攻打朝歌之事失败了。广成子怎会如此无能？拿了愿力符箓，竟然还是拿不下朝歌。封神亮节只剩最后一步，但只要没有完全结束，那么天机就会继续混沌。饶是我们联手，可以推演之事依然不足。贫道这就去玉虚宫一探究竟。有劳师弟。玉虚宫中，元始天尊脸色铁青的听完广成子的禀报，当即圣目火光大起的看向太素天。女娲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妄图逆天改命不成？圣人之怒化作33天外天的恐怖雷鸣，哪怕没有一丝泄露到9天，依然让诸天仙神瑟瑟发抖。瞬息间，圣人的质问便传到了娲皇宫。本来还在思考九尾狐所说之事的女娲，听到后顿时怒极反笑。整个封神亮节中，她一直被几个圣人架着，任何事都做不了，连她派出的3妖也被阐教暗中煽动背叛，最后闹出或是惹下妖族乱国的因果后，却要她这个妖教教主来背锅。
若不是为了给人族保留一丝血脉火种，若不是为了不让兄长千年努力白费，本宫早就打上玉虚宫了。现在本宫还没找你个原始老儿算账，你竟敢先来质问本宫！女娲豁然起身，双眼甚微暴涨，一瞬间，太素天中万物生机流转，一片勃勃生机化作狂暴的生命风暴。原始到混沌与本宫一战如何？我问一句话，你就要开打，当真是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不敢就把嘴闭上，本宫做事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大王，维护本就不满阐教举动，只是不得反抗罢了，所以他跟杨戬一样是可以拉拢的。至于雷震子和金吒，大王可利用混沌阵神中将他们彻底掌控。孤以为你只恨李靖，没想到你连自己大哥也不放过。哪托啊，这样不好。大王有所不知，臣确实只恨李靖，但金吒、木吒已经没救了。阐教从一开始就将我们3个当成渡劫用的灵宝炼制。哪吒乃是灵珠子转世，元神强大，阐教因无法完全炼化，因而才用杀劫化作利器控制。金吒原本是西方一滴甘露，木吒则是天河边一块被混元大能点化的暗石，他们如何能挡得住阐教炼化？至于雷震子，他是西王母当年亲手所点化的天地间第一道雷霆，他怎么可能心向人族，背叛仙神呢？虾仁作为穿越而来的后世之人，对于金吒、雷震子等人的过往本就了解。在他的记忆中，金吒与木吒最后去了佛门当护法神，雷震子则借封神因果平步青云，成为天庭6域之一的勾陈大帝。不过，既然哪吒开口解释，他也就顺势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。这么说来，你在叛军之中鲜有战绩，是因为不想为叛军出力？哼，我只是懒得出力而已。哦，这理由很强大。虾仁弹响手中的混沌阵神钟，钟声过后，雷震子和金吒同时被他完全掌控，惊恐的双眼瞬间变得无比恭顺，哪怕全身还被绑着，也挣扎着翻身匍匐在地，只为了恭敬一句：拜见大王。看在哪托为你说情的份上，姑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臣服，二是臣服。维护嘴角一抽，看了眼一旁匍匐在地的雷震子和金吒，2种臣服大有不同啊！我不打凡人，姑可不是阐教那些无耻之徒。好，我臣服。虾仁闻言屈指弹响混沌阵神钟，一股玄奥之力扫过维护元神，顷刻扫清其元神上的禁制。这禁制乃是阐教的3代弟子皆有，是用于让3代弟子为他们师尊应解的。维护感受到元神中的禁制消失，双目之中神光一闪。原来这就是大王说服哪吒的手段。哪吒随手一点，将维护身上所有的镣铐烧尽。臣维护拜见大王。姑敕封你为朝歌护国将军，以后你就镇守朝歌，不必出门，哪个敢来侵犯，你就给姑往死里打。话音落下，朝歌气运立刻从4面8方涌来，眨眼间，维护伤势痊愈，连一点暗伤也没留下。终于明白为什么仙神如此忌惮人间气运了，受气运庇护下，同境界无敌啊！臣叩谢大王。虾仁随手又封金吒和雷震子做了护卫，这2人自然是没有哪吒和维护那么好的待遇。谢大王隆恩。仙神亡我人族，在他们眼中，我等人族不过区区蝼蚁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就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。可他们本来就不是人啊。对，不是人。在听完维护讲述李靖炼制愿力符箓之事后，虾仁和哪吒为之震怒。愿力符箓有伤天和，李靖拼尽全力也只能炼制3枚，我想他们不会再轻易炼制。他们虽不在意凡人死活，但他们很爱惜自己。是的，但我想他们很快就能炼制出和愿力符箓效果相同的符箓来。大王，维护所说不错，阐教炼气之术传承于盘古大神，号称只有想不到，没有练不了。3清大教中，人教擅长炼丹，阐教擅长炼气，截教擅长阵法。虾仁对此并不意外。姑知道了。恭喜宿主完成打卡30日成就，获得月卡打卡奖励，招仙发更级奖励，每日可以使用1次，从天地间任何一处召唤一位仙神到生前。提示1：如果仙神实力超过宿主一个大境界，必须得到对方同意，方可成功召唤至生前。接受召唤的仙神不得伤害宿主。提示2：被召唤的仙神会被自动掩盖所有因果，圣人当面也无法辨明真相。虾仁心念一动，将体内法力灌入招仙幡中。下一刻，招仙幡化作一杆1丈大幡，幡面之上仙光涌动，一个巨大的仙字幻化其上。虾仁手持招仙幡，随手一挥，就见招仙幡上迅速出现无数大道符文。锁定到截教内门4仙之一，吾当圣母，目标实力远超宿主，是否进行沟通？若沟通失败，则此次召唤失败。吾当圣母，截教内门4仙之一，正道混元大能，在万仙阵中受通天教主法旨，为了给截教保留火种，领着残余的部分截教仙人退出战场隐藏起来。在之后的西游亮劫时代，吾当圣母改名为骊山老母，佛道同修，也算是给大败的截教留了一点传承。开始沟通。师弟，自我等领师尊法旨隐退已经2年了，
我给同门每人准备了一部手机，方便到那临头时联系。你代我将这些手机发给大家。2年来，吾当圣母心中怒火依然无法平息。他们念三教本是一家亲，处处留守，事事隐忍，却不想阐教和西方教暗中勾结，要灭了整个截教。三霄师妹陨落时，师尊劝我等隐忍，没成想等到师尊发现阐教真正用意后，一切都已来不及了。万仙阵中，吾当圣母亲眼看着一个个同门或是身女，或是被西方圣人拿去，他本想与同门一起面对杀劫，同生共死，但师尊法旨，让他带着最后幸存的同门远遁，这才使得他们苟活至今。唉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会影响境界，但这又叫我如何平静呢？突然，一个声音植入他的元神之中。吾当圣母，姑与你做个杀阐教仙人的买卖，你有兴趣吗？是谁？什么声音？唉，日夜想着复仇，看来我这是走火入魔了。非也，姑乃成汤第30代君王，人族共主殷寿是也。哎，人皇殷寿，那个被天命所致，自毁江山社稷的昏君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凡人怎么可能做到与我这个正道混元的准圣进行元神交流的？这是何等可怕的力量！吾当圣母，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，你只要回答姑一个问题：你想要复仇吗？复仇？你们截教，赵公明死于诅咒，三霄仙子被圣人杀害，归灵圣母死于偷袭，早已魂飞魄散，而乌云仙、灵牙仙、金光仙、求手仙被奴役成牲畜。堂堂截教10万仙人，如今还剩下多少？吾当圣母，你真的甘心吗？你难道就不想复仇吗？虾人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字字刺痛着吾当圣母的心窝。他本就一直无法压抑的怒火，在这一刻终于再一次熊熊燃起。我当然想复仇，那就好办。姑有办法，让你可以不沾任何因果，隐匿所有行藏，还可以正大光明的斩杀阐教仙人。若你真能做到你所说之事，贫道答应你又如何？但若你做不到，那贫道也不会多做任何事。既然你已经答应，那么我们见面详谈。什么？吾当圣母，速速前来。贫道为何要去你那里？吾当圣母话还没说完，就猛地发觉四周道运剧烈变化，一股极为强大的大道运氤氲而起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眼前一花，在定神时，他已经来到一座宫殿中。哪怕是圣人，也不可能将贫道直接从大阵中拘来。此人难道是骗道伪装的吗？吾当圣母，不必如此紧张，你只需要冷静感受一下，就能发现你随时都可以回去，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行。被招仙幡召唤来的仙神，可以一念之间回到原本所在之地。当然，这需要他点头才行。只是这一点他不会现在说出来。吾当圣母立刻神念感知一番，发现冥冥之中竟然真有一道时空道运存在于他身后。身材高挑，一股英气，吾当圣母果然名不虚传。要是穿上甲胄，必然也是一位巾帼英雄啊！虾人看到吾当圣母身上披着一层微微红光，那正是气运加持的证明。看来接受我召唤的仙神会默认受到我临时敕封，因此可以在朝歌气运中不受限制。你想要贫道做什么？姑可以遮掩你的所有因果，在你改变样貌之后，就算是通天圣人也认不出你。姑现在要你跟着姑去逆天改命。吾当圣母瞠目结舌地看着虾人，如此胆大妄为的话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。就算是师尊当年也不敢说能逆天改命，只是想多保住截教一些传承。此人未免口出狂言了。如果你真能做到，贫道可以答应你。如果仅仅是复仇，他才不会答应。但救出师尊与同门才是让他真正动心的，所以他想赌一把。姑敕封你为骊山老母，紫元仙君，司职镇守我成汤江山社稷。姑允你之后开山立宗，再传截教香火。待这封神亮节结束后，姑会助你救回所有同门，迎接通天圣人回归。有了这层关系，就等于把所有忠于截教的仙人全都拉到姑这一方，再加上一个通天圣人，这买卖不亏。拜见大王。这一拜，截教气运顿起万丈波澜。紫霄宫中，被软禁在这里的通天圣人睁开眼，朝着玉虚宫的方向望去。有意思，女娲和元始又要开战了吗？元始，你怕不是忘了，当年女娲补天可不是道祖恩赐，而是她凭实力抢到的机缘。你若真敢与她一战，那贫道倒要好好看看热闹了。他说着，扭头看向人间朝歌城。朝歌再去气运，有意思，且看会有怎样的变化吧。玉虚宫外，一片西方泛光出现，刹那间在33天外天中大放光明。只见七彩烟岚化作祥云，亿万缤纷璎珞落成花雨，泛唱阵阵中。准提圣人踏香而出。元始师兄，准提拜访。道有所来何事？元始师兄，朝歌之事，贫道有上中下3策，请说来一听。
上策，祭炼足够多的愿力符箓，以人海战术与那人皇气运斗，焉有打不下朝歌之理。中策，围城1年，待朝歌城不攻自破。下策，让西岐联军提前立国，与朝歌隔江而治，天下诸侯皆从西岐，朝歌孤城一座又能何为？此3策皆可破敌，请元始师兄定夺。说罢，准提圣人转身离去。师尊，准提师叔所言甚是啊，请师尊决断。闭嘴！本尊怎么会收你这么个蠢驴当弟子？好你个准提，你以为本尊看不出你西方的算计？上策会让无教背负莫大因果业力，自废前程；中策废不了人皇传承，封神无法始终；下策不过自欺欺人之举。哼！尔等是想让阐教成为诸天笑柄吗？师尊，朝歌绝不可能无故凝聚气运，必然与那娲皇圣人有关。你且下界，消弭西岐的混乱，本尊自有办法。广成子心中不安立时消除，师尊说了有办法，那就一定会有办法。元始天尊闭目沉吟良久之后，手中有玉清大道光芒凝聚，一枚符箓在光芒中迅速凝练出来。本尊乃盘古父神正统，传承父神炼气之力，尔等以为何为炼气？当时可炼化天地万物。玉虚炼气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练不了。元始天尊之前没想过以符箓隔离气运，现在有了西方愿力符箓的提醒，他准备炼出只属于阐教的符箓。以人为祭炼制符箓，魔道手段罢了。接引准提，你2人真当本尊不知你们的险恶用心？可笑你们根本不知我盘古正宗手段罢了。广成子召12金仙以及其他众仙齐聚麒麟崖，准备在阐教符箓的加持下，由大罗金仙出手毁灭整个朝歌城。师尊赐下这2枚符箓，可保吾等任意2名道友1日内不受朝歌气运影响。诸位师弟意下如何？众仙沉默半晌，他们很清楚，师尊只炼制2枚符箓是因为时间不够，但时间拖得越久，对阐教越是不利。2枚符箓足够了，就算那昏君重现气运修行之法，朝歌的气运也只能支撑他1人而已。是精子师兄说的对，剩下的人不管多少，绝对挡不住我们中任何一个出手。依贫道之见，我们当中一位同门出手镇压使用气运之人，另一位直接灭了他朝歌城。贫道誓指将整个城邑完全抹杀，不管那城中有什么，都将不再是问题。众仙闻之色变。云中子，你了不起！你连同门也坑，抹杀整个朝歌城，那得惹出多少因果？眼看这封神亮节就要结束了，你这个时候叫我们去沾染大量因果，你自己怎么不去？诸位师兄在九曲黄河阵中有死，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，不便出手挡住使用气运者的事，就由贫道去吧。至于抹杀朝歌城一事，有一位道友正合适，他与人族有一笔血债，就算他此时对朝歌城出手，所受影响也极少。云中子师弟是说？没错，师兄，你懂的。好，那我联系一下路押道人。路押道人乃是妖帝帝俊之子，10位金乌太子中唯一幸存的一位。巫妖亮结时，10日凌空，万物凋敝，大巫后羿射杀其他9位金乌太子，只有他路押活了下来。不怕他路押不答应。想当年路押用钉头7剑书诅咒死赵公明，早已彻底得罪死了截教。现如今，除了我阐教，还有谁能庇护他？众仙闻言也纷纷点头。毕竟死道有不死贫道吗？片刻后，路押道人来到玉虚宫，他心中虽大为不满，但也没有办法。正如广成子所想，他没得选。2位师弟，咱们出发吧。朝歌这场闹剧该收场了。朝歌城王宫中，虾人看到朝歌的气运之上多出一道锋锐，那锋锐就好像一把入鞘的利剑，只等着出鞘斩敌的一刻。他老木，看来阐教就要行动了，该是你收第一笔账的时候了。不久后，广成子率12金仙踏9天金云降临人间，云中子与路押道人气势汹汹向朝歌而来。随后云中子开始做法，身后风雷涌动，万里云霭澎湃汹涌向朝歌城碾压而来。路押道人更是直接周身披挂熊熊燃烧的太阳真火，与太古星空中的太阳遥遥相对，隐隐相连。他每走一步，朝歌城的温度就猛地上升1截。瞬间，朝歌气运显现，化作无形的屏障挡住了太阳真火之威，同时化解了云海倾轧之势。但朝歌的气运也被消耗掉3成，更有继续加剧的趋势。阐教形势越发肆无忌惮，牺牲少数拯救多数，这真的是在顺应天命吗？但为何又是由阐教来定谁应该牺牲呢？昏君，就算你重聚气运，也不过1成之地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可以逆天不成？人皇气运终归还是要被灭的，只可惜这偌大的一个朝歌城得给你陪葬，这只能怪你自己不识抬举。人间气运绝不可继续存在。还好有师尊赐的符箓傍身，否则被这朝歌气运碰到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
若不是符箓庇护，他们现在已经被人间气运反噬了。哼！今日势必断绝这人皇传承，人间气运必不能再存在于这天地之间。原来还有这种消耗气运的办法，不过光成子他们之前不用，显然此手段一样会被人间气运反噬，所以他们必须等到元始天尊成功炼制符箓之后才敢动手。就在这时，虾仁感觉周身气运猛地下降一成，随后一股异样感涌上心头，紧接着朝歌气运又突然暴涨30倍。我操！这也能返还？宿主乃是千古昏君，意图逆天改灭，不遵天命，不敬先神，因而被诸天先神讨伐，所消耗国运自然算在宿主身上。原来如此，姑这个昏君当得妙啊！道友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路鸦道人抬手一指，只见一团太阳真火在他指尖凝聚出来，并迅速化作巨大的火球，如同一个小太阳一般出现在朝歌城上空。昏君无道，为祸天下，天命叫你亡国断嗣，你竟不知悔改，还妄图以朝歌子民为质，要挟天下。如今你犯下如此大逆不道、天地不容之举，贫道劝你速速自刎归天。阐教竟然直接让云中子和路鸦道人2个大罗金仙巅峰进出手，咱们打不过啊！大王，你让雷震子和金吒护你离开，陈和维护在这里抵抗。只要大王还在，成汤气运就不会散。走，这里是姑的地盘，区区2个大罗金仙而已。插出去！我操！区大罗金仙，大王，你能掏出一个会员金仙吗？插出去！昏君，你的狂妄无知只会徒增天下笑柄而已。今日就是你殒命之时。插出去！我操！云中子这样说，只是为了站住天命大义罢了。哪怕虾仁真投降，今日朝歌城也必须被彻底抹杀。插出去！只见路鸦道人将小太阳般的火球抛向朝歌。日落成灭。他老木，去吧，该去讨债了。下一刻，朝歌城中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，随后只见一幅蕴含着混元之气的阵图凸显，展开后化作百里方圆，将整个朝歌城笼罩起来。顷刻间，就将路鸦道人抛出的太阳火球吞噬，消弭于无形。我操！混元金仙改头换面后的无当圣母腾空而起，手持指命刀，杀气腾腾斩向云中子和路鸦道人。2人见状，扭头顿起金光逃窜。然而他们盾光刚起，无当圣母先手一抖，2道彩虹自他袖中飞出，化作长锁贯穿盾光，将云中子和路鸦道人的退路彻底封锁。先天一气混元图，还有贯红锁，这是无当圣母。其他阐教金仙闻言齐齐后退半步。他们在九曲黄河阵中损失极大，看似顺风顺水的他们不过是借天命之势而已，没有恢复全胜的他们，真要和混元巅峰的无当圣母交锋起来，12个榜一起都不够无当圣母打的。师兄，那真是无当圣母，贫道观他样貌不同，更无任何结教因果。样貌倒好说，随意变化便可，但因果不可能改变啊！更何况结教气运已散，他怎么敢再卷入谅解之中？贫道也有此疑惑。但先天一气混元图和贯红锁正是无当圣母的灵宝。贯红锁只是寻常的先天灵宝，但那先天一气混元图却是上品先天灵宝。因其只有防御之能，一旦记起无法移动，所以名不见经传。但用于固守，其防御之能可比肩杏黄旗。先天5旗皆是极品先天灵宝，其中我玉虚宫杏黄旗最善防御，一旦记起，顿有金莲万朵，无物可破，诸邪必退，万法不侵啊！这先天混元一气图竟然能比肩杏黄旗的防御。光成子师兄所说，那混元图的缺点，在此时恐怕就不再是缺点了。是，如今有此图在，仅凭我等想要攻破这朝歌城，恐怕是不可能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云中子师兄和路鸦道友救出来。就在阐教12金仙在朝歌气运外废话的功夫，无当圣母祭出一把雪亮长刀，霎时间，万道雪亮刀光铺天盖地般向云中子和路鸦砍去。云中子和路鸦见状一惊，无数雪亮刀光直指他们元神，刀刀夺命而来。执命刀，那厮必然是无当圣母。诸位师弟，我们速速联手，将云中子师弟和路鸦道友救出。广成子赶紧记起翻天印，刹那间，一座山岳自他头顶出现。随后，其他11位金仙也认出了指命刀，此宝乃是无当圣母的成名灵宝，刀不破外物，不伤肉身，专斩元神，灭魂魄真灵。刀光一起，避无可避，只能硬挡。当年在万仙阵，无当圣母用此刀斩杀阐教麾下仙神无数，杀得西方弟子避而不战。此时，指命刀刀光再度现世，吓得阐教12金仙个个头皮发麻。广成子率12金仙兵临朝歌，又派云中子和路鸦道人前来破场。就在路鸦道人祭出大招即将毁灭朝歌城之际，无当圣母腾空而起，飞出指命刀向2人斩杀而来。12金仙见状，纷纷记起灵宝支援云中子和路鸦2人，但混元金仙要杀之人，一群远在9天之上的金仙又如何能阻挡？
吾当圣母，你若敢伤吾同门，我等便与你誓不罢休。他这口不开还好，吾当圣母听后反倒青筋暴起，随之再记起千道刀光。我操！师兄，不会说话你就少说2句。这下真给人家整怒了。求人不如求己，道友，我攻你防，咱们共同对敌。好吧，为今之计，只有集我2人之力，方有可能抵挡一阵，拖到师兄们的支援即可。云中子瞬间记起数件后天灵宝在身边形成庇护，随后主动挡在陆压身前。云中子擅长炼器，身边有上千件后天灵宝，全部祭出足可抵挡一阵。陆压乃是金乌，全力攻击之下，也可让吾当圣母不敢轻视其锋。但奇迹总会出现在下一刻。只听一声金乌提名过后，陆压道人瞬间化作一团太阳真火，直射太古星空之中。而火光过后，原地只留下一只灵羽。我操！说好的一致对外呢？你竟然把贫道出卖了！陆压道人就这样把云中子出卖了。哼，这就是阐教所信仰的死道友不死贫道。真是亘古奇闻啊！仙神不仅灭人族，看来下一步连仙族自己都会互相残杀。云中子对陆压道人一阵口吐芬芳后，就被万道刀光淹没了。下一刻，12金仙的支援也到达气运之外，翻天印、斩仙剑等灵宝气势汹汹碾压而下。然而，这些灵宝一入气运就先被削弱3分。广成子等金仙在没有符箓庇护的情况下，顿时气运反噬入体，一个个脸色瞬间苍白无比。但为了救云中子，他们只能咬牙坚持。吾当圣母不屑地轻笑一声，向后退入混元图中。他这件灵宝虽是记起之后不能移动，但朝歌城也确实不需要移动，而且圣人之下，谁也无法攻破这先天灵宝。果然，先天一气混元图掀起万丈混元之气，瞬间挡住了所有的攻击。随后，阐教12金仙一个个接连吐血，不敢再攻，急忙收回灵宝。先有朝歌气运不落反增，又有混元图防御，如今吾等没有恢复全盛之躯，属实是破不了啊！再打下去，气运反噬全身之时，吾等就真的吃不消了。广成子也抬手擦掉嘴边血迹后，阴狠地看向吾当圣母。只见吾当圣母手里提着已经昏死过去的云中子，目光清冷的也正看着自己这边。吾当放开云中子师弟，当日圣人念在天道有好生之德，放你离开万仙阵，你竟然不知感恩，与那昏君沆瀣一气，你难道还想助其逆天改命不成？吾当什么吾当？老不正经的，有你这么形容女性的吗？贫道乃大王赤峰骊山老母子元仙君是也，岂容尔等在此侮辱？世间怎会有尔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吾当切勿与贫道在此胡搅蛮缠。你以为改变容貌就能骗过贫道？但你手中的灵宝已经出卖了你。这些灵宝乃贫道一场机缘所得，贫道并不关心其原主是谁。再说，贫道若真是原主，会蠢到改变外形后还继续使用成名灵宝自爆身份吗？你当本仙君与尔等一样，两面三刀，口是心非，出尔反尔，阴险狡诈，卑劣无耻，反复无常，背信弃义，阳奉阴违，口蜜腹剑吗？我操！口才了得，此人定不是吾当。那老妇可是出了名的寡言少语，不善言辞啊。此人当真不是吾当吗？但若是吾当，可他又怎会变成如此这般？通天圣人由于无法探知吾当圣母的因果，也无法断定此人是否真的是吾当圣母。蛙皇宫中，女娲听了吾当圣母的一番慷慨之言后，顿时圣心大悦。骂得好，听着就解气。不管你是不是吾当圣母，这波本宫站你这边。就这，姑可是给你写了长达1000字回对文啊，你却只背出这么一点来。气势啊！一定给姑拿捏住。9天之上的12金仙进退两难，尤其是广成子，他万分肯定朝歌城上空那自称骊山老母之人就是吾当圣母，但却无凭无据。当然，阐教行事也是从来不需要凭据的，但他们也是真的打不过。贫道不管你是谁，荆州灭商乃是天命，你与昏君沆瀣一气，最后只会落得个粉身碎骨、生死道灭的下场。听完后，吾当圣母简单直接地做出了回应。他再一次祭出指命刀，径直向广成子斩去。12金仙大惊，瞬间遁起金光逃去。臣无能，大王让臣生擒云中子，但他已经冰解。阐教2代弟子身负阐教气运，由圣人亲自炼制神魂命牌，他们的轮回完全由玉虚宫掌控，就连地府也无法插手。因此，阐教2代弟子并不怕死。云中子在发现逃无可逃时就已经冰解了。当初阐教12金仙在九曲黄河大阵中被削去顶上3花，灭掉胸中武器，就是以此法重新恢复。此法缺陷有2：其一，需要消耗阐教气运，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轻用；其二，重生之后最快也需要10年时间才能恢复全盛。算时间，广成子他们还有2年方能完全恢复，因此他们不敢与臣硬拼。将其挂于城门，以振我大商国威，也让这诸天仙神看看，犯我朝歌者必诛之。
本还处在刚刚那场仙神大战刺激之中的商容，听到虾人的振奋之言后回过神来。大王，玄敌之师虽有警示之用，却非人君所为啊！闭嘴，昏君的事少管。阐教12金仙狼狈逃回麒麟崖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？我等如何向师尊回禀？不可，师尊闭关要紧，不可再打扰。广成子心里很清楚，如今圣人无法进入人间，哪怕是师尊炼制出再多符箓，也无法改变他们这些弟子打不过无当圣母的事实。只要再过2年，吾等师兄弟就可恢复全盛实力，到时候就算无当。玉鼎真人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疾步走来的白鹤童子打断。诸位师兄不好了，你们快看朝歌城门！众仙闻言纷纷记起神念，向朝歌城门看去。只见朝歌城门前竖起一根100米桅帆，桅帆之上挂着云中子的尸身，而那杆上100米帆面迎风而展，显出一行大字：犯我朝歌者，必诛之。广成子一股玉气上涌，差点一口千年老血喷出，他气得浑身颤抖，咬牙切齿。昏君无当，你们竟敢如此忤逆天命，贫道不当凭朝歌誓不罢休。各位师兄师弟，我等接下来该当如何？众仙闻言，目光同时看向广成子和慈航道人。广成子乃阐教执金中大师兄，师尊闭关，一切都由他说了算。慈航道人在12金仙中向来低调，但其实是众仙的智囊。师兄，此事不必急于一时。当前亮节拖得越久，虽对吾等越是不利，但朝歌却是更加拖不起。区区一城之地，如何与九州相抗？为今之计，围困朝歌，让其孤城南明至最终瓦解，方为正途。至于那人皇传承，待到那朝歌百姓人人绝望之时，他昏君的人皇传承岂能保留？广成子听后深以为然。本尊之前光想着尽早结束这封神亮节，急于求成反而落了下风。最多再等2年，到那时吾等实力完全恢复后，就算朝歌城不破，料那无当圣母也挡不住我们师兄弟联手。更何况这株仙界还在我等手中。众仙齐齐点头，区区2年时间他们等得起，一旦实力完全恢复，就可祭起诛仙剑阵，灭掉一切胆敢违抗天命之人。区区朝歌城焉有不破之理？诸位师弟，吾等速闭关，务必在2年之内恢复全盛实力。随后，广成子向渑池县方向传音：江上师弟领玉虚法旨，即日起，命尔等率大军围朝歌而不攻，2年之后自见分晓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又回到围城这步了？李靖、木吒、杨戬，你们留守渑池县，7日之后围困朝歌城。本相要回西岐面见西伯侯。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啊！比起刚开始雄赳赳的100万联军，此时的士气已然是跌入谷底了。启禀大王，渑池县的10万西岐军再一次向朝歌而来，他们分为数十阵列，从4面向朝歌靠拢。大王，先前江上就打算纳杨戬直接围困朝歌，不过被广成子打断。如今广成子败走，想来那江上打算再起围城之计。哼，他们怕是不知我朝歌城中如今有多少好东西，想将我们围困致死，简直是痴仙说梦。哪吒相比维护雷震子他们来朝歌最久，亲眼看着大王拿出过一件件奇珍异宝，其中光是人间道和息壤2样，就可保朝歌城永远不会被围死。或许我们可以装作坚持不住的样子，诱叛军来攻，然后我们再出其不意，伤不到他们根基，杀再多叛军也只是徒劳，到头来死的还是人族，要想办法断其根源才行。商容、方弼、方向以及大殿之上仅余的官员们纷纷开口讨论。无当圣母站在一旁一言不发，眼中却流露出震惊之色。他从来没见过仙神与人族会有如此和谐的场面。他曾远远窥探过西岐联军，其中仙神与人族的地位差异之大，仙神从来不与人族商议任何事，开口便是通知和下令。无当圣母抬头看向坐在金阶王座的人皇，阴兽陷入了深思。人皇或许真能创造一个奇迹，一个连师尊都无法做到的奇迹。方向方弼，末将在。这套阵法你2人拿去，在军中好生练习，一旦练成，就可解朝歌围城之危。虾人的一番话引起了无当圣母的兴趣。论阵法，整个洪荒没有谁能比得过截教。大王，什么阵法竟有如此奇效？周天星辰大阵，上古周天星辰大阵，洪荒第一攻击大阵。洪荒12奇阵中，敢称第一者只有4个：第一杀阵诛仙剑阵，第一攻击大阵周天星辰大阵，第一防御大阵河洛混元大阵，第一召唤大阵12都天神煞大阵，其余8种奇阵：万仙阵、万龙阵、南明离火阵、五行麒麟阵、九曲黄河阵、阴阳颠倒阵、轮回幽冥阵、修罗血阵，则是各有千秋，不分伯仲。朝歌城现在的情况，就是自保有余，进攻不足。若是任由仙神进攻，早晚会出纰漏。虾人一直都相信一句话：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。孤昨日夜观天象，参悟此阵，将其改良成我人族可用之阵。
这果真是大王夜观天象参悟出来的，还改良成人族可用。当年妖帝帝俊借建立上古妖庭的功德，参悟天道，神游周天星空万年，方才悟出周天星辰大阵。吾当圣母很快就认出了此阵法，如此玄妙，果然是真货。巫妖亮劫之后，帝俊太医陨落，上古妖庭破碎，洪荒再无周天星辰大阵。多年来，我结教众仙想尽办法来重现此阵，却无一成功。没成想，却被大王一夜参悟，还改良得如此精妙。其实虾仁哪有这本事，不过是前日打卡时系统的奖励罢了。朝歌城外，杨戬站在大营中眺望着朝歌城。他虽然看不到朝歌气运，但通过望气之法也能看出朝歌城的情况。围城的这些天里，朝歌气运没有任何衰弱的样子。半月之内，若他江上不能把天下诸侯的联军带回来，不等他朝歌军事倒下，我西岐军就先倒了。经历了3次失败的西岐将士，士气早已一落千丈。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像诸侯联军一样溃逃，只是因为他们想保全自己在西岐的家人不被处死。还要再等2年吗？战争继续持续下去，人族不知还要再死多少人。杨戬迷茫起来，他想起了自己当初加入亮节的理由，想起了自己对小妹的承诺。大营另一处，李靖叫来木吒以及数名散仙。诸位，再拖下去对我军不利。吾有一计，7日可破朝歌。父亲，什么计策？截教吕月死后，他的所有灵宝暂时留在军中，我们只需取来烈瘟液，在媚水上游释放温黄之法，朝歌7日可破。朝歌城所有水源都来自绕城而过的渭水，就算朝歌城提前准备了大量粮草，也需要渭水的水源才能维持下去。厉将军，此事牵涉因果极大。先神不在意人族死多少，他们只在意因果。那昏君能再度凝聚气运，想必靠的是那城中渔民的支持。这样看来，他朝歌城中全都是意图违逆天命、有悖天道的该死之人罢了。木吒，你让军中准备好数日用水。周道友，待军中水源准备好后，就取吕月的烈瘟液，前往媚水上游开始行动。遵命。此事不可让杨戬知晓，他身为阐教弟子，竟然同情那些违逆天命的凡人。但令李靖没想到的是，不远处的杨戬早已把他们的对话全部听了去。李靖要在媚水中释放瘟疫，他又惊又怒，提起3尖2刃刀就要去阻止，但跨出一步就停了下来。不行，我不能去阻止他们。我若去阻止，只会把事情闹大。此事一旦被江上和广成子知道，他们只会支持李靖。他很清楚地知道，阐教上下为了最终的胜利，早就无所不用其极。之前不动用瘟疫，只是没有想到罢了。而一旦开了这个先河，那之后阐教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更加卑劣的手段来对付朝歌。人族无罪，但身怀人间气运有罪于仙神。既然人族已无力守护人间气运，倒不如毁了更好。仙神需要人族，终会为人族留下根基。他睁开双眼看着哮天犬，这就是我当初入亮节的理由，但这不是我应对屠杀放任的理由。老伙计，你去为我做一事。哮天犬与杨戬相伴数千年，已经明白其意。朝歌城大殿上，哪吒把哮天犬传来的消息禀报后，众人大惊，无耻至极，真是无耻至极。李靖好歹也是当年的陈塘关总兵，深受国恩，背叛大王也就罢了，竟然要对朝歌子民用如此毒计，想在水中下瘟疫，真不愧是灵活的李靖啊！虾人对于李靖的印象一直都是灵活2字，先是师从渡恶真人，后因仙缘不足，又立刻下山当了陈塘关总兵，前后生了3个儿子。阐教一来收徒，他便毫不犹豫答应，只为了和阐教拉上关系。每次哪吒在太乙真人算计下闯祸，李靖又是第一个撇清关系。后面发现燃灯道人能保他性命，就马上又拜燃灯为师。封神结束后，见哪吒受封天庭神位，他又立刻转投天庭麾下，同时还不忘把另外2个儿子投到西方，主打一个8面玲珑，身段灵活。大王需要贫道出手阻止吗？阻止？为何要阻止？要是阻止了，孤的净水瓶岂不是无用武之地了？净水瓶是他每日打卡时抽到的一件下品灵宝，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倒出源源不断的净水。老丞相，让百姓们远离城中一切活水，你命人每日给他们发放生活用水。大王高瞻远瞩，料敌先机，实乃天下第1名。闭嘴！今后称赞孤，要说孤乃千古第一昏君，谁再说孤是明君，拖出去打板子。大王真是太谦虚了，干着明君的事，领着昏君的名。大王真乃千古第一昏君，有此昏君，我等幸甚，百姓幸甚，天下幸甚啊！与此同时，姜子牙也赶回了西岐。姜相啊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为何短短月余，我西岐国运折损过半？西伯侯不必担心，朝歌之事自有定夺，最多2年，朝歌城必破。2年？老夫如何能再坚持2年？我大周国运又如何再坚持2年？
本该一鼓作气攻破朝歌，然后坐享800年盛世国运的大周，因久攻朝歌不破，国运短短1个月就折损一半。要是再不能拿下朝歌，别说2年，就是2个月也坚持不住。这就是天命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他因伤不死，死的可就是我大周啊！本相自有办法维持周国国运，请西伯侯不用担心。姬昌看着姜子牙冷下来的脸，心中一阵恶寒。姜相，你想干什么？哼，西岐一半的国运都用在维持西伯侯寿数上，你应该知道，14年前你就该顺应天命中去。大周国运以远超常理的速度衰败，短时间内又不可能打下朝歌。目前唯一快速又有效的方法就是为了天命，请西伯侯赴死。姬昌闻言大惊，转身就跑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。他绝望地睁大了双眼，下一刻便见了太奶。诸位臣民且听，因伤昏庸无道，以朝歌数万子民为质，或使我联军败退。西伯侯因痛惜天下子民急火攻心而死。然君王虽逝，其志犹存。今日本相号召我大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，为西伯侯，为这天下讨伐昏君。灭朝歌，斩昏君！灭朝歌，斩昏君！灭朝歌，斩昏君！姜子牙满意的抬起头，看向坐在兴王位上的姬发，只见其身披上了一层兴旺的玉石。此刻，吾等奉君王子嗣姬发为我大周新主，称其为武王。愿我等天下一心，共襄盛举。满朝文武万民齐齐下跪称拜，拜见武王。下一刻，已经折损过半的西岐国运如燎原之火般再次兴起。恭喜宿主打卡成功，奖励乾坤鼎，几级奖励极品先天灵宝。功能1，乾坤鼎拥有补天功德，因而拥有将一切存在炼制为最初形态的能力。功能2，若将灵宝放入其中，会被炼化原本归宿，并且原主无法再次拥有，请小心使用。这次的奖励这么顶吗？乾坤鼎原本是混沌神魔乾坤老祖所有，后被道祖赐给女娲炼尸补天，因补天因果而遁入虚空。云中子被无当圣母抓到后，虽然通过冰解逃脱，但却留下了一身灵宝。有了乾坤鼎的帮助，就可以把这些灵宝炼化为己所用了。他叫来3妖帮着炼化云中子的灵宝。身为千年老妖的苏妲己一眼便认出乾坤鼎。女娲娘娘炼尸补天所用的乾坤鼎怎么会在大王这里？他当然不知道乾坤鼎因补天因果的原因遁入虚空，娘娘失了重宝，自然不会声张。不明真相的妲己误以为这鼎是女娲给虾人的。难道娘娘这是要全力支持大王？大王让我等看到，是想敲打我等的意思吗？还好上次拜月之后，我等就对大王言听计从，不再三心二意了。3妖乖乖地按虾人的要求一同祭炼起来灵宝。西方须弥天，西方2圣对西岐的气运变化并不在意，反倒是正算计着如何从阐教当前的窘困中得到点什么。准提圣人屈指推演良久后，那张蜡黄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。师兄，贫道有一计，可让阐教欠我西方一个巨大因果，待他日我西方教法东传，此番因果正可一用。西方教虽已在封神亮节中捞到了足够的好处，但贫瘠的西方仅靠这些好处就想要大兴，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师弟莫不是想让阐教主动求我西方？元始极好颜面，此事堪比凡人登天呐！他元始现在怕是早已无暇顾及教中之事，阐教主事者只剩下那燃灯道人，贫道观那燃灯与我西方有缘，有点意思。师弟继续。师兄，贫道愿亲往灵鹫山，渡燃灯道人入我西方。只要他阐教副教主也入了我西方教，那阐教不就欠下我西方一个莫大的因果？师弟所言有理，或可一试。接引圣人说完，生出一点灵光落在准提手中，灵光瞬间化作数个真名。贫道在万仙阵中观3教道友与我西方有缘者，当还有这几位。贫道明白，那就有劳师弟了。灵鹫山人绝洞中，燃灯道人目光平和地看着准提圣人。贫道得圣人亲脉，荣幸之至。只是贫道若直接反出玉虚入你西方，诸天同道该会如何看待贫道？燃灯道人当年也是紫霄宫听到的3000红尘客，拜入阐教不过是为了找一个靠山罢了。他对阐教岂会有半点忠诚？但要他转投西方，没有好处可不行。道友与我西方有缘，也只有我西方才能帮道友正得大道。哦，圣人何出此言啊？我西方命定大兴，贫道与师兄已决定顺应天命，在我西方再立一教，以助我西方妙法东传。道友若来我西方，可为一教之主。说到这里，准提停顿了一下，目光落在燃灯道人手中的定海神珠之上。封神亮节结束后，道友还能留住此宝吗？元始虽与通天决裂，
但三清本是一家，为了颜面，他会在乎道友的大道吗？燃灯道人脸色微变，手中这定海神珠是他在战场上从赵公明那边抢来的，到手后发现自己的大道机缘就在这神珠之上，为此他甚至夺了萧生草宝的落宝金钱，打算用此宝与截教交换。可惜通天圣人看不上这落宝金钱，显然是不打算接受交换。准提圣人的这番话正中燃灯道人的痛处。道友若来我西方，贫道与师兄自当助你成就大道。圣人想要贫道如何做？如今阐教独木难支，无法攻克朝歌城，我西方愿普渡世人，终结战争。贫道明白了。道友，那日在万仙阵中，贫道观阐教、司恒等几位道友的法身与我西方颇为有缘。燃灯道人闻言睁大双眼，他此时才明白西方二圣的野心，这是打算把阐教挖空啊！但回过神来一想，燃灯道人反而放下心来。若只有他一人去西方，万一西方二圣顶不住元始天尊的压力，最后把他卖了怎么办？但西方二圣的野心显然更大。如此一来，贫道反倒是安全了。贫道为圣人贺。准提圣人故意透露这些，就是为了让燃灯死心塌地转投西方。见对方已经明白，他便化作一片泛光离去。准提圣人离开灵鹫山后，又陆续找了普陀山的慈航、五龙山的文殊、九宫山的普贤，以及太阳星太阳舅公的陆压等人，并成功劝他们转投到西方教。准提的这一系列操作成功引起了广成子的注意。正在闭关的广成子心神突然感到一阵不安。难道朝歌城还有什么变数？不应该。江上已续上周国国玉，李靖和杨戬也将朝歌城包围。他推演良久却一无所获。兴许只是朝歌城久攻不破，谅解因果发生了一些变化罢了。孤今日运气不错，不如招他一番试试手气。锁定到阐教弟子申公豹，元始天尊暗中安排的封神棋子，当前在北海海眼之中，目标实力没有超过宿主一个大境界，可以强制召唤。大忽悠申公豹，怪不得这老豹各种作死，元始天尊竟然到最后才收拾他，原来是部暗棋呀！虾人在每日返还奖励加持下修行极快，现在已经相当于人仙境了。而申公豹虽然已踏入仙境，但也只是地仙境，自然是摆脱不了招仙幡的强制召唤。强制召唤！虾人摇动招仙幡，下一刻，他眼前便出现一个身材修长、长相阴郁的道人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大王，大王是你吗？大王！虾人一刻不敢耽误，记起混沌阵神钟就敲。刚刚被召唤过来，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的申公豹，眼中瞬间一片茫然，随后重新化作清明。拜见大王！大胆申公豹，在孤身边潜伏多年，没想到竟然是元始老儿安排在孤身边的奸细。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这些年来，你究竟干过多少丧尽天良、卖主求荣之事，还不速速招来？是大王，且听罪臣一一招来。元始天尊，是元始老儿，是元始老儿。那元始老儿自受臣委托以来，就暗发法旨，要臣伪装成在玉虚宫不受重用，然后命臣在诸天游历，故意截教弟子，目的就是为了在封神亮节开始后，将截教弟子诱入亮节之中。你的身份还有谁知道？谁也不知道。臣所领圣人法旨，乃是绝密。哼！申公豹，你为祸人间，坏事做尽，如今害我朝歌大难临头，孤留你何用？来人，插出去！大王，罪臣可做之事确实不多，但罪臣可以帮大王得到河图洛书。没想到孤就这么一吓唬，还吓不出一件极品先天灵宝来。河图洛书是洪荒第一防御大阵，河洛混元大阵的核心，伴随妖帝帝俊一同降生的极品先天灵宝。巫妖亮节末期，巫族攻打妖庭之时，妖师鲲鹏背叛帝俊将此宝盗走，导致上古妖庭失了最强防御，落得个与巫族同归于尽的下场。当时还是妖庭丞相的伏羲也因此而殒命，落入轮回后转世为人族，成为人族三皇之首的天皇伏羲。后来妖师鲲鹏为了偿还当年因果，将河图洛书借给伏羲，伏羲由此参悟出先天八卦，正到人族天皇之位。前后3度易主的经历，使得河图洛书成为同时拥有妖族和人族功德的重宝。虾人心中诸般思绪一闪而过，脸上则是不动声色。据孤所知，河图洛书在北冥妖宫之主的鲲鹏手中，如此重宝，你又如何能从一个混元大能手中抢来？这种连诸天仙神也极少知晓的上古心秘，大王是如何得知？关你屁事！对，关罪臣屁事。正如大王所说，这河图洛书如今确实是在北冥妖宫，
但不在那鲲鹏手中。阿豹，你给姑卖关子是吧？罪臣不敢，罪臣不敢。准确地说，此宝是被封印在北冥妖宫，在封神亮节结束之前，鲲鹏都无法靠近此宝。继续。这河图洛书沾染了天皇伏羲的正道功德，是可以镇压人族气运的功德宝物。但反过来，当人族气运遇到危难时，功德宝物也会有反应。大王或许不知，鲲鹏当年敢背叛妖帝后，还能不被女娲清算，是因为他早已暗中投靠了那元始老儿。如今元始老儿要斩人间气运，鲲鹏哪还敢碰那河图洛书？否则他定会因此而卷入封神亮节，从而得罪元始老儿。若因此失了那阐教的庇护，这天地间想要把鲲鹏生吞活剥者，可是数之不尽呐。如此看来，鲲鹏的压力可是大得很呢。那你可知这河图洛书在北冥妖宫中的确切位置？那必须知道啊！罪臣不仅知道，更有自信将此宝拿到手。待罪臣得手后，大王再用招仙幡把臣召唤回朝歌。那鲲鹏若是找你寻回，又当如何？臣回到朝歌后，就隐姓埋名，改头换面。到时候那鲲鹏只会怀疑是元始老儿让申公豹偷了河图洛书，与大王和罪臣可是毫无干系。阿豹啊，你可真是个搞事的小能手啊！正面战斗、战场杀敌，你是一无是处；但这挑拨离间、煽风点火之事，你阿豹真是手到擒来啊！那就这样吧，此事孤允了。7日时间转瞬即逝，到了李靖温皇之际行动的日子。朱爱卿，7日已到，如今城外叛军情况如何？禀大王，这7日来，城外叛军的探马日渐增多，商首相以诈术便让叛军相信我全城已被瘟疫毒害。半个时辰前，叛军已经调动大军，看样子是准备向我朝歌南门而来。方必方向，姑让你们修炼天极九式以及周天星辰大阵已有多时，现在该是尔等为姑尽忠的时候了。臣等愿为大王粉身碎骨，死而后已。大可不必，姑令尔等率363名修炼极佳者，自南城门出，给姑一路打到渑池县，不取渑池，不得回城。不可啊，大王，只有365名将士出征，叛军可是数万之众啊！臣等愿意同前往。都给姑退下！张首相，你要抗旨不成？大王乃千古明君，如此安排必有深意，老臣万万不敢。臣领旨。杨戬，此次有本将亲率大军破城，你就在此率火头军杀鸡宰牛，等着为我出征将士庆功便是。哼，杨戬，现在朝歌全城怕是已找不出几个能站立之人。木已成舟，就算你杨戬现在知道了释放瘟疫之事，又能如何？你就等着看我李靖如何建立奇功吧。将士们，建功立业的时刻到了，众仙友也随本将出战，我等领军1万，今日必破他朝歌城。朝歌城早有准备，我倒要看你李靖如何建得了这奇功。李靖率1万大军刚进入朝歌气运范围之内，朝歌城南城门突然大开，随后方必方向领着身披锁子连环甲、手持青钢长枪的363名将士主动迎出城来。看来朝歌确实已无可用之人，区300余人就想挡住本将1万虎狼之势。且看李某人今日如何破朝歌，斩昏君，名震这9州的。诸将听令，大王命我等不取渑池，誓不回朝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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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阵。363名朝歌将士以方必方向为阵眼，迅速完成布阵。李靖见到朝歌城下摆开的阵法，不屑地哈哈大笑。自寻死路，左右何在？给本将破阵。李靖赶来破城，自是早就想好对付哪吒的办法。至于吴当圣母，当整个朝歌城都在瘟疫中沉沦时，没了朝歌气运的庇护，李靖不信吴当圣母还敢出手。天命可是在我这一方，就算那慧元大能真敢出手，本将也至少可以在对方一击之下保了性命。为了这一战，这7日来李某人不才，早已做足了准备。李靖令左右偏将各领1000兵马前去破阵后，紧接着又下了第2道军令：众将听令，待本将的左右偏将破阵后，尔等立刻杀入朝歌城中四下放火。城中已经感染瘟疫，为了不让瘟疫扩散而危害天下，今日要彻底将朝歌城净化。只要一把火把朝歌城烧成灰烬，那么李靖这7日来对朝歌城所做的一切，也将会随着这场大火彻底的销声匿迹。
西岐军进入阵法后，只见阵中突然爆发出惊人气势，一道阴云直冲霄汉，上达雕天星空。以太阳、太阴两颗主星为中心的365颗周天星辰陡然间光芒大放，无量星辰微光从天而降，化作365道光柱落在365名朝歌将士身上。一个又一个高大威猛的巨人法相自朝歌将士身后站立而起。方必顿时感受到无穷的力量从体内爆发出来，他双眼猛地一睁，右手持枪横扫，便见西岐军2名偏将暴毙当场。诸将听令，犯我朝歌者虽远必诛，杀敌！一时间，朝歌众将士气暴涨，劈枪而杀。每一次出击都会伴随着身后巨人法相的同步出手，他们一击就能让数百西岐军化为齑粉，眨眼间就将2000活生生的西岐叛军变为枪下亡魂。那是什么鬼阵法，竟然能引动周天星辰的力量？2000甲士瞬间消耗殆尽，看来我这剩下的8000甲士也并非他们一合之敌。木吒，给为父杀掉这群逆天之人。随后，李靖掏出一枚愿力符箓交给木吒，这是他在围城的这一段时间炼制的。本将就知道尔等定有诡计，幸得本将早有准备。木吒接下符箓后，手持无钩神剑杀向方必。区区人族还想逆天改命，先吃俺一剑！就在无钩神剑斩破虚空向方必斩下之时，只见方必一声大喝：“和！”下一刻，所有将士的力量全都汇聚在方必身上，365个巨人法相合而为一，化作一个更加高大的百丈巨人，抬手便向木吒劈去，一枪便将木吒劈个半死，当场昏了过去。天仙境，怎么可能？李靖见状，记起手中玲珑宝塔，敢伤我儿，看塔！黄金玲珑宝塔化作1000丈巨塔，向阵中巨人镇压而去。就在此时，朝歌城大殿之上正在观战的哪吒，眼中杀意骤然迸射。好得很，终于让俺等到了。下一刻，他便顺身赶到了战场，一同赶来的还有早就准备好的武庚。武庚率先出手，一枪顶住李靖的玲珑宝塔，反手竟将玲珑宝塔镇压。好歹毒的李靖，我父王早已识破你的奸计，你难不成真以为我朝歌上下中了你的温皇之计吗？看来尔等不仅歹毒，还愚蠢。本将一时疏忽，竟上了这昏君的当。下一刻，就见百里红绫化作火云，向李靖大军笼罩而来。李靖见状，扭头就跑，大军也随之奔逃。而哪吒脚踏风火轮，手持火尖枪紧追其后。要是玲珑宝塔还在李靖手上，他当然不怕哪吒，但现在玲珑宝塔已被武庚死死地镇压着。李靖连连催动宝塔，但仍是徒劳。突然，哪吒化作一道流光挡在了李靖前面。贼李靖，今日俺终于可以为娘亲复仇了。杨二哥，哪吒，我不会让你当着我的面杀死李靖，否则我没办法向师门交代。没办法，那就不要办了。就在哪吒和杨戬即将动手之际，朝歌方向3道金光直冲杨戬而来。哪吒借机离开，继续追杀李靖。待金光散去后，几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杨戬面前。杨戬，今日你不动手便罢，待哪吒把事办完，我们立刻就走。贼李靖，拿命来！母亲，俺终于为您报仇了。杨戬，只要你不干扰哪吒复仇，不去支援渑池县叛军便罢，否则我会立刻引爆这些灵宝，想必这样足够拖住你一阵子了。虽说这些是后天灵宝，但你把他们引爆用来围困我，你那昏君主子会同意吗？多大点事，不就是几件后天灵宝吗？难道你认不出他们原本的主人吗？云中子，这些都是云中子炼制的后天灵宝。没错，大王说了，抢来的灵宝有何可惜？用完了再抢他们阐教的便是。昏君不是正该如此吗？这当昏君还当出心得来了。哼，杨戬，大王到底是不是昏君，你我可都是清楚的很呢。维护的话使得杨戬哑口无言。跟着姜子牙打仗这么多年，他岂会不知虾仁为何会被天下称为昏君？渑池县还有1万无辜的子民，他们本就是我大商子民，只是被尔等叛军诱导，一时迷了心智，我朝自会处理，就不劳大将军费心了。杨戬闻言，提起手中的3尖2刃刀，就准备脱身赶往渑池县救助百姓。且慢，你听！只听渑池县方向一声声呐喊传来：“大王有令，降者不杀，子民不杀。”杨戬沉默半晌，随后淡淡一笑：“看来我确实不是你们3个的对手。”此刻，驻扎在渑池县的西岐军在没有将领的情况下，早已毫无战意，四下奔逃。杨戬则是去将这些残军重新整合，否则叫这些四散而逃的西岐军变为流寇山匪为祸一方就不好了。1个时辰后，当方必将殷商的王旗重新插上渑池县总兵府的那一刻，朝歌的气运猛地一震，如同泄洪怒涛一般向渑池涌来。正在玉虚宫闭关的广成子，通过灵识得知了渑池县的近况后，脸色铁青地看着渑池县的方向。那昏君好大喜功，竟然敢打下渑池，真是自取灭亡。老师，何出此言啊？渑池县的百姓恨他入骨，
将这些人纳入朝歌气运，他大伤的气运还能剩下多少？大昏君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如此看来，他朝歌气运势必衰弱。届时，江上师弟正好起兵反攻。朝歌城王宫中，虾仁感受到周身的护体国运瞬间少了1半之多。区一个免吃线，竟会有如此大的消耗？检测到宿主短短半日损耗30年盛世国运，触发新手保底机制，100%的100倍返还气运。虾仁顿时感到汹涌的气运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如同惊涛骇浪般一波又一波的聚集在周身。朝歌气运暴涨，惊得大殿内众人齐下跪称赞。大王真乃千古第一昏君。张首相，如今方向方必已从叛军手中夺回免吃线，下一步该如何安排，就由你来定夺吧。孤降美人了，就先撤了。老臣遵命。雷震子，末将在，立刻传令方向方必，命他2人把渑池子民全部接到朝歌，让他们亲眼看看这昏君治理下的朝歌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另外，待渑池县情况稳定后，将部分朝歌百姓迁至渑池。末将领命。其实商容的寿元早就尽了，只是被亮劫因果裹挟，才一直活着。一旦亮劫因果出点问题，他可能就不复存在了。这也是虾仁一直在意的事情。他叫来无当圣女，想要寻找凡人延寿之法。孤闻洪荒各种天材地宝中，唯有人参果和人水蟠桃2样可以增长凡人寿元。他老木，不知你是否知道？大王，人水蟠桃乃是道祖赐给昊天玉帝之物，平日看管极紧，只有天庭蟠桃会时才会拿出来，仅凭我等几乎不可能得手。那人参果呢？人参果则是地仙之祖镇元子的心爱之物，其游离于洪荒天地之外，另成一片天地乾坤，我等根本无从找起。大王若想为凡人增加寿元，倒是还有一物。何物啊？乃是太上圣人炼制的金丹。搞笑！你叫孤找敌人要活命的方子，你不要太秀逗哦。大王，太上圣人的嫡传弟子玄斗曾欠臣一场因果，臣或许可以借此讨要1枚金丹。仙神之间的因果往往会用在生死之时，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会轻易用掉。看来他老木是真的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孤这里了。算了，孤另有安排，此事先放下吧。玉虚宫，燃灯道人与广成子得知大商气运暴涨之事后，不约而同地看向对方。说好的朝歌气运衰退呢？怎么反倒暴涨了数十倍？如今的大商根本就是一个盛世100年的王朝啊！燃灯道人被广成子的质问整得有些尴尬。看来这已不是一般的逆天之举了，必须重拳出击。小广子，与贫道去一趟西方。遵命，弟子与老师同往。第2日清晨，虾仁感应到招仙幡中有异动。大王，臣已得手，快召臣回去。召唤申公豹。下一刻，虾仁眼前仙光流转，时空道运凝聚成型，化作一道时空之门，将申公豹传送回来。申公豹，本尊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大王，臣幸不辱命，已经将河图洛书得手，特献给大王。虾仁接过河图洛书后，将其因果隐匿起来。河图洛书，伏羲天皇正道之宝，自古便是我人族之物，今日终于物归原主了。神说不是呢，大王。阿豹，你做得很好。从今日起，孤敕封你为我大商光禄大夫，随朝行走。光禄大夫是后世朝代的官名，民间称之为师爷，也就是俗称的狗头军师。身为一个昏君，身边怎么能少了像阿豹这样坏的流水的师爷呢？阿豹，你的原名不能用了，以后你就叫豹子头吧。大王，臣原本名字里虽然有个豹字，但臣其实和豹子并没什么关系啊。臣豹子头林，臣豹子头阿豹，谢大王容恩。与此同时，北冥妖宫中的妖师鲲鹏正怒火冲天，失去了河图洛书的他不但正道无望，更可能被上古妖庭的余孽随时找上门来复仇。鲲鹏一步踏出妖宫，化作巨鲲破喊出：申公豹，敢偷走本尊至宝，本尊定要将你焚魂煮破。元始天尊，你想绝本尊后路吗？眨眼间，巨鹏扶摇直上天外天。玉清圣人，鲲鹏进见。天帝的这一番动静，却把紫霄宫中正在看戏的通天圣人给整乐了。申公豹竟然偷了鲲鹏的河图洛书，如今这宝贝的因果连本尊也推演不出来了，这点只有圣人出手才能做到。元始，朝歌还没打下来，你就急着开始下一步了吗？通天圣人看了运势惊人的朝歌一眼，随后又看向玉青天。好一个天命不可测，
这封神亮节到了最后之时，反而变得有趣起来了。西方极乐世界，接引和准提圣人刚刚送走燃灯道人和广成子，见到鲲鹏冲向玉青天就是一怔。师兄，原始这脑子，咱们与其合作，恐怕要受其牵连。封神大业未成，他此时对鲲鹏动手实属不智啊。师弟，接下来想必那鲲鹏就该与我西方有缘了。至于那河图洛书，师弟认为他原始真能使唤得动吗？在理，况且他原始若敢拿出河图洛书，女娲必然会打上门去。是啊，师弟，三清早已不是服下允圣丹之前的三清了，他们的时代早已过去了。师兄所言极是。玉青天，玉清圣人在上，不知鲲鹏有何得罪之处，竟然如此针对贫道。贫道就算是死，也得死个明白呀！鲲鹏的这一番言论看似恭敬，实则却是处处讥讽。正巧被刚回到玉虚宫的燃灯道人和广成子听到，二人一脸懵地看着全身煞气的鲲鹏。鲲鹏不得放肆，速速离开！鲲鹏此次既然敢硬闯玉虚，就没有想过给阐教面子。他双眼瞬间太古星辰光芒大盛，一条巨鱼之影在身后一闪而没。只见广成子直接被轰倒在石柱之上，连连吐血。贫道来觐见玉清圣人，什么时候轮到尔等开口？尔等算个什么东西？鲲鹏自诩是紫霄宫听课的3000红尘客之一，辈分可以和圣人比肩，又怎么会把广成子放在眼里？在他看来，没有直接斩杀广成子，已经是给足元始天尊面子。此时，大殿深处的元始天尊正一脸阴沉，近来朝歌的事已是让他相当不满，没想到申公豹竟然敢背叛他。就在鲲鹏刚刚来到玉虚宫之时，他就开始屈指推演，然而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推演出来申公豹在哪，就更别提河图洛书了。怎么会？这河图洛书和申公豹的因果竟然一起消失了？难道是哪一位圣人在暗算本尊？鲲鹏，申公豹所为与阐教无关，他已经叛出阐教。那敢问圣人，申公豹现在何处？本尊会降下法旨，缉拿此逆徒。那贫道的河图洛书又当如何？元始天尊闻言，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满。作为圣人的他，竟然遭到鲲鹏如此质问，更何况他明明什么也没做，竟然还要无端背上这么一个因果。但碍于允圣丹的存在，他只能憋下火气。鲲鹏，此时本尊会让广成子与你交涉。随后，一股巨大的力量直接将鲲鹏推出玉虚宫。鲲鹏，申公豹的事，贫道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他申公豹有你元始天尊的禁制，怎么可能背叛于你？真当本尊愚不可及吗？想必你已将这申公豹秘密处置了吧？本尊失了河图洛书之事瞒不了多久，想必广成子会主动宣传出去，到时候本尊的处境可就危险了。本尊又岂会坐视你们得逞？他闭目沉思良久之后，起身向西方而去。朝歌这边，铲除了李靖的哪吒回来了。臣叩谢大王恩德，终于让臣手刃贼父，为母报仇。对哪吒而言，若只是父子之间的恩怨，他不至于非得将李靖挫骨扬灰。但李靖为了先途放任正妻被妾室杀害，新仇旧恨算在一起，才使得他对李靖痛恨至极。虾仁淡然一笑，挥手将黄金玲珑宝塔隔空传给哪吒。那托，以后这东西就归你了。接上集，方必按照商容的旨意，带着渑池县的百姓回到了朝歌。大王，渑池子民被叛军教唆已有2年之久，早已无法分辨事实。传古旨意，将渑池子民按户划分，分散安置于朝歌各处。明日起，全部拉去种地。城外的荒地不是正缺人打理吗？他们去种地，那城中原本的子民做什么？城中原本的子民转入工坊，强壮者编入军中。虾仁很清楚，对朝歌城外被洗脑的百姓做什么解释都没用，只要让他们有事做，不乱想就行。至于其他的，等他们在城中生活久了，自然也就看清真相了。另外，阿豹，忽有罪民的事就交给你，若有闪失，孤拿你试问。臣遵旨。大王放心，臣连仙神都忽悠得一愣一愣，更何况是一群百姓？臣保证给他们都忽悠瘸了。莫要伤及百姓性命。张首相，你已经奥特了，此事就全权交与阿豹，他定会善待百姓的，是吧，阿豹？那必须的。玉虚宫麒麟崖，燃灯道人和广成子正在为灭商之事发愁之时，一位大腹翩翩的西方道人忽然闪现至此。贫道弥勒，奉西方2圣法旨前来玉虚，见过2位道友。此人竟然是混元巅峰的3师准圣，之前并未见过此人，西方教真是深不可测啊！弥勒道友既然奉圣人法旨而来，那定然是已有对付昏君的良策。对付昏君，自当要在亮节之中下手，
否则只会将谅解因果扩散，到头来反而便宜那昏君。此事的解决之道就在封神榜。弥勒道友，难道你是要将封神榜中的真灵提前放出来呢？除非是提前封神，否则那些真灵不会有任何力量。封神榜乃是天书所化，真名入榜，真灵封神后，不但可以立刻恢复原本实力，即便是不幸陨落，也可以从封神榜中再次复生，但从此会受封神榜掌控。提前封神只会惹下无量因果，到那时，无论是我阐教还是你西方，可都万万承受不起啊！广成子道友误会贫道的意思了，并非是提前封神，而是借用榜上之人的力量。请道友细细讲来。我西方二圣自立800旁门，创3000妙法，其中有一法名曰神打。当下弥勒道人就将神打之法给二仙解释了一番。这所谓的神打，不就是天皇伏羲开创的香火神道吗？当年天皇伏羲开创气运修行之法与香火神道，以二法来庇护人间。气运修行之法不必多说，而香火神道则是向神灵奉上香火，神灵借香火降下神力，相助凡人抵抗灾厄。二法相辅相成，守护人间9州。3皇5帝之后，气运修行之法断了传承，人族没有了自身底蕴，香火神道很快就变成神灵单方面予取予求之法。西方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，把香火神道拿去改了个名字，就当成你西方自己的了。当然，此法会消耗西周气运，不过西周如今天下归心，气运正盛，些许消耗应该不在话下。西方虽然无耻，但也确实是找到了应对之法。阐教现在束手束脚，属实是无人可用了。老师以为如何？燃灯道人早就与西方勾结，此时自然是点头答应。贫道以为此事可行，圣人如今以闭关为重，吾等不可再去打扰，而朝歌之事拖下去，或许再生变化。既然有此法，不如一试。好，就依弥勒道友所言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动身前往岐山请出封神榜。三人随即离开玉虚宫，向岐山而去。岐山封神台，国剑与五路神见到三仙到来，连忙迎接。拜见3位仙长，不知仙长所来何事？本尊来取封神榜，你等莫要过问，只管继续看守封神台。广成子手执玉虚金钟，解开封神台上的玉虚禁制，将封神榜取下。随后三人赶往灵潼关。灵潼关地处渑池以西，杨戬用了数日才把四散的西岐溃军重新聚集起来，随后驻军在灵潼关。姜子牙收到消息后，从西岐赶了回来。师叔，我10万大军中有7000死于周天星辰大阵，其余的四散溃逃。弟子用了5日才将一部分士兵召回。现如今灵潼关还有26800人，但所剩粮草不足3日，还请师叔定夺。姜子牙闻言，一阵气血上涌。明明只要围困朝歌，等本相把天下诸侯再度联络起来即可，为何偏要自作聪明，多此一举？杨戬，你为何不阻止李靖？姜师叔，弟子当时已将此事向玉虚宫禀报，但7日过去无任何回应。李靖又执意如此，你叫弟子如何阻止？当场斩杀了他吗？那李靖现在何处？当时哪吒正在追杀李靖，弟子见状便只身前去救援，可被半路杀出的维护荆扎等人拦住。哪吒对李靖恨之入骨，想必这个大聪明此时已经被哪吒斩杀了。姜子牙眼前一黑，只见一口老血顺势喷出。姜师叔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天命难违，哪怕有所波折，也终将回归正途。此一时挫折也不过天命考验罢了。杨戬，你立刻……说话间，广成子等人赶到。姜师弟，西方弥勒道友有妙法，可助我等一臂之力。当下，弥勒道人就把神打之法又给姜子牙和杨戬说了一遍。西方果然名不虚传啊，什么东西都跟他们有缘，拿去改个名就是他们的了。广成子师伯，截教众仙虽然输了亮节，却也是我三教弟子，现在让他们去对付骊山老母，似乎有些……虽然谁也无法从因果上证明骊山老母就是无当圣母，但只要不傻，都知道那到底是谁。妇人之仁，渔夫之见，谅解因果影响天地众生，事关天命安定。如现在不打下朝歌，一旦因果扩大，你知道将会有多少道友因此受灾应劫吗？杨戬道友不必担心，我西方神打之法玄妙之处就在于，只是借用榜上之人的力量，而非本体。说罢，他从广成子手中接过封神榜，随后又让姜子牙叫来2名人族士兵后开始施法。下一刻，只见梵音大作，无量西方度化梵光照来。精灵圣母闻众，听吾号令，出神。随后，只见封神榜中飞出2道金光，径直落在2名士兵身上，2人所有因果瞬间消散。金光过后，另外2道气息重现洪荒，正是截教大师姐精灵圣母和殷商太师文仲。霎时间，在场众人惊愕不已。刚才这弥勒可没说过要拿活人当祭品啊！
与此同时，天庭凌霄宝殿，昊天玉帝突然脸色一变，他震惊地发现天庭的气运瞬间被斩去一截。如今亮劫还没有结束，整个天庭的气运变化都由他这个先帝承受。谁在暗算本尊？他连忙记起昊天镜查探，金陵圣母和文仲都已经入了封神榜，现在封神还没结束，怎么就活了？很快，他又通过昊天镜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神打，盗我天庭气运，坏我天庭根基，可恶！他忽然起身，手中昊天剑记起，眼底怒火熊熊。陛下，封神一直不结束，对天庭损失最大。当此之时，以一部分天庭气运换亮劫尽快结束，不亏。见昊天玉帝愤怒依旧，瑶池王母又说道：“陛下莫要忘了，封神结束前，你我无法离开天庭半步。”闻言，昊天玉帝全身的气势瞬间泄空。陛下，封神亮劫是我天庭的一场机缘，亮劫结束之前也是我们最为虚弱的时候，同时也是你这个先帝最没存在感的时候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本尊怎么可能忘？当初本尊向道祖请命，以天庭封神为由启动此次亮劫，这本就是一场豪赌。如果赢了，本尊将会是真正的三界之主；但若输了，那本尊就成了整个洪荒天地的笑话。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我们除了继续赌下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还能和阐教翻脸不成？昊天玉帝收回昊天剑，沉默了起来。为此，本尊连女儿都赌进去了，本尊不能输。灵潼关这边，此次神打之法的使用正中西方二圣的算计，如今还没有正式封神，要将其力量引出需要付出的代价，不仅仅是弥勒之前所说的西周国运和人族献祭这么简单，还需要天庭的气运。我家圣人之谋岂会如此简单？神打妙法一旦开启，不管用了多少榜中真名的力量，最终得利的一定是我西方。这西方教不可小觑啊！重生者竟然承担了原主所有因果，他们不仅拥有原主的力量，甚至还具有原主的记忆与性格。这以神打之法重生的二仙完全受封神榜的控制，等同于提前让金陵圣母和文仲封了神。只要没有陨落，两位道友就会一直存在，即便是不幸陨落，贫道也可以再次把他们召回来。将师弟令天下诸侯以及各方仙神重聚灵潼关，1月之后再攻朝歌。将上良旨。杨戬，由你来督运粮草。乘凉米斗乃是道行天尊的灵宝，可以装入无尽的粮食。这些年来，联军就是以此来保证后勤补给。弟子领命。恭喜宿主打卡成功！打卡奖励：天命神眼。不及奖励：天道及神通。与自身命数绑定，可以洞察一切涉及自身天命的因果。提示1：天命神眼可洞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3重因果。洞察现在因果只消耗法力，洞察过去与未来因果消耗法力与国运。提示2：洞察过去与未来因果的时间与自身境界相关，人先为1日，地先为10日，天先为100日，金先为1000日，以此类推。洞察越久远的因果，消耗国运和法力越大，请谨慎使用。不错不错，这宝贝简直就是升级版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，而且还带时空效果，让姑来试试看。随后，虾仁通过天命神眼来观察灵潼关。这金陵圣母姑就不说了，但这文仲怎么也复活了？虾仁又看了一会儿，他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原来那个胖道人就是西方弥勒，所谓的神打根本就是把天皇伏羲的香火神道拿来胡乱改的。虾仁前世的人间就有神打之法，传闻这神打之法起源于白莲教，而白莲教拜的正是弥勒。看来他们1个月之后就会攻打渑池，姑倒要看看，姑要是只防不攻，他西岐的国运能烧多久？不过单纯的防守可不是姑的性格。虾仁通过天命神眼找到了杨戬，此时的杨戬正在西岐收粮。自古有云，功高莫如救驾，嫉妒莫若绝粮。来人，宣那托维护觐见。片刻后，哪吒与维护赶来，见雷震子和金吒木吒也在，而且个个全副武装。2人随即对视一眼。大王，拒杀谁？不，打劫杨戬。